那些年，一副牌，让我们从陌生变成朋友，甚至是终身牌友。而这份情谊，一直在我心中都没有忘记。打桥牌是锻炼逻辑与专注的过程。桥牌的意义不只在当下那局牌，而是让我们再次坐上同一张桌子。桥牌教会我冷静及判断。说真的，最开心的不是谁输谁赢，而是过程中可以跟一群朋友一起动脑，一起聊天，互相交流的感觉。其实玩桥牌不只可以增进彼此友谊，还可以让大脑运转，延迟老化，不断思考的下一步，也是另一种促进身心健康的方式。桥牌这项休闲娱乐也是一种很好的家庭与亲子活动，它其实玩的年龄层非常广，从小朋友、青年、中年，甚至老年人都可以一起参与。它可以打很久，也可以一直维持情谊的管道。各位，我们今年在一起打比赛好不好？玩比赛呢？超级大专杯怎么样？好啊，打。8月10号，在星期日的时光哦，在政治大学四维堂，我们刚刚享用完每月的午餐之后，第2届超级大专杯呢就即将进行到下午的赛程了。大家午安，我是董敬桥，那持续在转播台为大家服务。那下午呢，我们就请到的是2023杭州亚运的乔怡金牌。那本身在这一届超级大专杯有在 Switch 组初赛，我们的陈冠轩老师也是 QQ 老师，在下午加入我们的讲评。QQ 老师下午好。主播好，观众朋友午安。上午我跟杨老师转播的时候，在这个外面走动的时候，有看到 QQ 老师跟伙伴在比赛。今天的牌况还可以吗？还蛮不错的，还蛮不错的。刚刚跟同伴叫了几排积极的 game，可能刚刚那个分配不太好。分配不太好。好，待会我们马上要进行到这个主桌的转播呢，将是由我们这个校友跟跨校组的决赛，我们持续来看到是东吴黑对上 BTU 老中青这个组合。QQ 老师对这2队的选手有没有一些认识或是熟识，一起打过牌的？BTU 的好友就太多了，太多了。对对对。那东吴的话，他们平常这个台大跟东吴都时常有办自己的比赛，像台大有办台大杯，算是我们大专比赛最大的赛事。那东吴大学本身也有举办东吴杯，通常会在3月。那我以前也时常参加这2个赛事，所以这2个地方都很熟悉，对，都蛮熟悉的。那2个学校的牌手，你觉得在性质上，或者是他们这个学校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都很友善，然后大家都很热爱桥牌。那我觉得台大可能会更多侵略性一点，再侵略性一点。好像东吴的话，就是大家都人很好，然后在桥牌上也是和乐融融，非常的融洽。好，主打一个这个和谐桥牌的感觉。好，我们待会就看在这个牌桌上，大家校合约的方式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呈现？好，那我们进入到赛事。
目前镜头上看到有被这个红龙围住的，就是这一次的转播的主桌。好，我们看到东吴黑这边，这个南北家是匡宝山搭档刘学贤，对，也是2位经验老道的巧手。是，然后在 BTU 老中青的陈君明教授跟林志宏在稍早上午场次，就是他们2个搭档，我们刚刚已经转播过他们的部分，然后在上午的场次，这2位搭档也是顺利跟另外一组的这个我们的理事长 Kirk 还有 Lay， 他们2个是4人是成功击败了辅仁真。对，所以看下午他们可不可以继续保持现在 BTU 老中青在团队积分的领先地位哦。他们2位也是长久的搭档啊，他们之前也拿过国内最高等级赛事的中华杯冠军，是，对，非常的厉害。好，我们从第15副牌开始打目前的合约。目前是西家开教一梅花，是有16个大牌点。那东家哇，吃了好长一串方块，你看他那个方块哇，有系8张，统都已经快叠了，非常的罕见的牌型啊。对，不过在对面这个陈君明教授这边就只有1张方块，这样打起来会不会说，虽然我们的组合牌型大，但是不好过桥？会不会有这个状况？不好过桥，但不用担心的是，这个它的方块是蛮 solid 的，就是蛮坚强的，所以他通常不会去担心说，同伴可能没有配合。那我猜想他会一直坚持他的方块。好，通常我有8张以上的话，通常就会坚持自己的画色。对 ，OK。好，那我猜想这个一黑桃应该是特约，应该是破角。那西家也是持了高线的牌力。西家哇，现在直接把合约拉到了3黑桃，这也是一种表态哦。对，表态自己的牌型跟高线的点力。那我们看看另外一桌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过程。另外一桌遭遇了南家的盖教一黑桃的干扰。南家盖了一黑桃之后，西家赌背上去，这边直接喊出哇6NT，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我猜想这个西家的赌背应该还是破半赌背，那东家的 Forno，如果是以我自己跟同伴的经验的话，先叫出自己的长门之后，这样跳叫 Forno， 我自己会认为是对方块的关键章的询问。那什么是关键章？因为我们打满贯这种，我们整副牌只能掉1副牌，那通常会立刻掉的会是这种 A 啊，对，被敌方有 A 就几乎可以吃得到，只要自己不是缺门。是，所以我们叫满贯的途中会很常使用这个叫做 RKCB 询问关键章，询问同伴 A 有几个 A。所以我们有特定回答，比如说五梅花是1张或4张，然后方块是0张或3张，去检查我们的 A 是不是有齐全。好，那西家可能认为说这可能是定量的妖精，他受邀去叫满贯。我猜想他们的桌上的两边的想法可能是这个样子，那最后叫到了65王。好，那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65王有去红心 A King， 但是算一下那个如果他们没有立刻锁红心的话，有几个快银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块啊是加起来有9张，那外面是22。那东家可能不看好5王合约，就叫成了7方块。是。那7方块看起来会被立刻提红心 A King， 因为南家手影他自己有红心 A， 只要东家不是缺门的话，他应该会手把红心 A。对，因为满贯除了银凳我们还要算10等，有时候虽然有12等，我们先不看红心的话，我有8个方块，3个黑桃 A King Queen， 我有梅花 A， 哇，我8加3加梅花 A。我有12副，但是不能这么算，就是除了银凳，我们还需要算10等，有2个快10等也没有办法。是，对，如现在看到的情况，被提红心 A King 就只有11副牌，所以虽然看起来银凳有12副，但是敌方先提取了他们的银凳，所以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满贯。但有些人很喜欢。不经过我刚刚说的关键章的询问，就是喜欢说，如果敌方像现在这牌的情况 ，A King 没有攻出来，我就有12副，所以其实满贯是也可能会考验手攻的时候。那现在南家是有 A 是没有什么负担的，因为都被敌方叫大满贯，自己有一个 A 就立刻吃。对。但如果牌换一下呢？如果南家是 King 小小
然后北家拿的是 A， 说不定他就攻不出红心，因为他不知道同伴红心 A， 所以这也是有些人喜欢直接叫满贯，然后没有叫清楚，然后造成敌方手攻的困难。像现在这牌，如果南家真的不是拿红心 A， 而是 King， 而没有攻出红心，就可能被带走合约。被带走，对。所以东西家喊出了一个7方块的。对，是，但这牌也是没有13副牌。那如果是交到6线没有攻出红心的话，是可以完成合约的。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桌的发展。另外一桌打完了。打完了，是打另外一桌就是叫成了方块。对，5方块。方块，就是稍微也是蛮精准的，因为会被提这个红心 A 跟 King， 然后。南家因为是防御这个5线，就没有积极手攻，就没有去手把这个红心 A， 就攻了梅花。然后对，就是刚刚有算过是12副牌，对，所以另外一边是打7线，这边打5线，那5线完成合约，7线倒了2吨，所以第一排就让这个东西方挣了11个 MP。哇，所以。第一副就有进账，对，第一排就是有非常大的 difference， 一边打7线，一边打5线。是，那我这个7线应该是误会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的主桌这边目前看起来第一副牌他们的合约叫价是比较激进一点的。对，对，那他们可能事后要讨论这个 F-No 究竟是怎么样。那同伴叫6无王之后，这个东家是否又要考虑是不是就叫到这个合约？那我们继续下一副牌。北家以11个点，但是有长门，还有一些这个10的号码开交1梅花。东家14大牌点，有5张以上的红心盖交1红心。那我们南家这个1黑桃就直接叫出了5张以上的黑桃。因为国内通常打的制度是赌背会表示出另外一门高花4张，所以这边可以直接叫出5张黑桃。那西家凭借着黑桃挡张以及有10个点的牌力，去进叫了去盖叫1无王。北家选择 pass 过掉。东家有4个大牌点，是通常1无王会保证8到10左右。东家也没有经过邀请就直接叫到了1局，由西家当庄。西家当庄合约是目标3无王，要吃到9副牌。9副我们来快速算一下哈。3个黑桃红心要建立，外面是3-3分配，那可以送2副红心，去吃其他的银镫。是。那梅花要顶出，梅花 A 是2副，红心顶出2副是3副，3、4、5、6、7、8，方块只会掉1副可以去建立。那外面友善的分配看起来是只会掉2个红心、1个梅花、1个方块，看起来是可以完成合约。顺打是可以完成合约，看起来是可以，也没有立即，就是这个方块的分配不会被失掉2个方块，看起来可以完成合约吗？我们待会有请看一下手工梅花长门的话，顶红心 A 再顶。由于只有2档，3、4、5、6、7、8、9，手工它应该是会，因为对着无王合约啊，通常会手工自己的长门，因为敌方也要去建立长门，去像本牌的红心，我们顶出敌方的红心 A 跟红心 Jack， 我们可以吃到其他的红心。那相对的房家也是一样的，手工建立自己的长门。像梅花啊，我们也是送东西加2副梅花，自己就可以吃其余的梅花。所以其实无王合约常常是比谁的时效快。那北家可能做了比较一个创意的手工，是手工对方块呢 Q， 那可能是希望有攻到同伴在方块上有一些帮助。那很可惜的是这牌并没有。那我算一下手工梅花的时效啊。时效会是庄木家会比较快的，所以手工梅花长门应该也无法击垮合约。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桌的这一排有没有叫到，没有叫至商务网。对，那这一桌就是看一下过程。北家跟另外一桌不同的是，北家并没有开叫，而是选择 pass。那东家开1红心，西家打叫自己4张高花的黑桃。那北家赌贝人表示其他2门想要进角，然后南家选择了比较长的低花2方块。那西家的赌贝应该是对2方块处罚，东家回到2无网就没有继续了。所以一边是2无王，一边是3无王。对，加起来有24的大牌点，但是有长门又有这种勾芡9这种连号的号码是有所帮助，所以应该叫到 game 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比较合理的选择，也是蛮合理的选择。不过这牌是红心好分配，可以顺利完成合约，也是。不过在有身价的情况，因为有身价我们成局是3无王成局是600，我们没身价成局只有400分，所以我们往往在这种期望值啊，所以有身价的情况下，我们叫 game 会比较积极一点。这一桌的身价这一回合是围绕东西家，所以他们这个16旁边有2条红色的，对，红色就代表有身价。那在有身价的情况下，成局奖分跟满贯奖分会是更多的，但相对的导约的分数也是会比较多的。那有身价像这种部分合约也有？没有，部分合约就没有，除非导约才有分，这样部分合约就有无身价都是一样的。那因为北家表示出了其他2门的长门，那南家点力可能比较少，希望公众同伴的长门去帮助同伴的长门做发展。那看起来也是对庄家最有压力的手工。另外一边果不其然顺利的完成了3无王的合约。哇，这牌又是一个牌型牌啊！是哇，你看东家这个方块跟红心，哇，西家也算是拿了6-5的牌型。这对我们教牌来说会比较有压力，一方面要表示出牌型，另外一方面自己有牌型，那敌方很可能也有，可能会遭遇干扰。所以在这种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要表达出自己奇特的牌型，尤其敌方已经先校至比较高的教品的时候，自己真的是会很难的抉择。所以这种牌型分配奇特的牌，往往就是我们会出现胜负差别的牌，就会有大局，对，就会有大分出现。有像第一牌这种，有8张配合的，有8张出现的时候，看来这第17副可以预想待会的教牌阶段应该会很激烈哦。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家的红心是加起来有10张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那我们可以看到西家，他只要去建立他的黑桃，让同伴王吃的就可以建立起黑桃。是所以这种看可能是有一个快7红心喽。王吃3次黑桃就会有7红心。看一下乔印，看起来是7红心是可以做得成的。那看一下东家主动叫了1红心，那西家应该是非常欢迎哇，非常的，我觉得哇已经发财了，就是哇同伴怎么叫得出这个教品？已经确定有10张以上。他应该会抱住同伴了，就是会想要往成局，一定是没办法满足他了，要想办法试探满贯。所以我们待会看西家这边，看一下西家会就很精彩啊。对，因为他有好多种方式，好多种教品，尤其现在才线位非常的低。对，但有可能数字一出来就直接把标准值给拉很高了。他有几种教品。像我跟我同伴约定，像这边叫2黑桃，就会是表示出5张黑桃跟4张红心以上的配合。对，对，因为它的牌面其实黑桃也蛮强力的，所以也是可以作为一些黑桃的表态。不过现在情况有稍微不同的是，南家赌被表示通常表示4张以上的黑桃，所以他可以知道外面分配已经是6-4以上了，同伴跟北家最多加起来就是3张。好，直接把红心拉到成局的直接竖角，直接竖角到红心成局，就没有做额外的试探，就直接把成局叫掉。
那这牌刚好同伴非常的刚好拿了梅花 A， 对，红心 A， 然后黑桃又是单张可以王吃，那都是这个西家对于满贯所需要的。那南家会要接受这个结果吗？还是南家应该没有什么教品可以再描述了，因为它就只有7个点，然后梅花也就是普通的4张，然后同伴看起来黑桃也不会有太多的支持，是看起来应该是会接受这个合约，是同伴就只是简单的开交。南家自己的牌里面，对，也没有就是什么特孤零零的一个7而已哈，没有特别之处，所以他也知道在这一次要防守东西家的红心攻势比较困难一点。对，应该是会接受这个决定，这个合约。看一下另外一边的两巫王，东家已经吃到9副牌了。哦，他们打到很后面哦，没有没有摊牌，对，没有摊牌。有时候会希望这种局势可以希望多吃，可能敌方稍微不小心垫错牌，可以让自己可能会多吃几副，出现一些变数。对，有时候超邓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好，这我们讲的终于克了，哇，已经2牌就出现了21个比分的差别，是蛮罕见的哦。一开始就把这个比分拉到非常大，对，尤其第3牌又是一副大牌。啊，这非常的精彩。好，那果不其然，南家就pass 了这个4红心。好，那应该是会蛮顺利的，成，应该是会蛮顺利的吃到13副没有？对，就如我所说。那只要手上去王吃这个3次黑桃。好，我们来看一下选手。对，尤其这个教牌又指引哦，这个王吃黑桃应该是非常的安全，而且外面红心也是平均分配。好，那已经出来，黑桃最坏就是42分配，那几乎就是可以摊牌的情况了。外面只剩下王牌 Q， 手上就有足够的2张王牌可以王吃桌上的黑桃，因为王吃2次黑桃，人家的 Queen Ten 就必须掉下来，对，所以吃到了13副牌，是哇，非常精彩，对，这牌有大满贯啊，全部吃下来了，对，因为大满贯出现的几率很低，因为就必须所有牌都吃到，不可以给敌方任何一等，对。那通常我们叫大满贯啊，会大概有70%的几率才会去决定叫上去，因为叫大满贯风险是很高的一件事情。也是很高。对，如果倒1的话，敌方要叫6线，那这个分差就非常的大了。对，但陈君明教授跟林志宏选手把握住了这一次牌型上的发挥。他们算是比较保守一些，所以他们只停在这个4线。看一下另外一桌的发展，目前的发展看起来是一样的哦。两边的东家都是选择以1红心出身。那其实我们在这边有一个特约啊，我们可以叫出红心跟方块5物以上。那通常巧手会约定，可能说要有开教点的实力，有些牌手是这么约定，是中性的实力。但东家可能考量到啊，自己的 A 长得不是在长门上，而且方块牌组又是比较虚弱的，所以两边的东家都不约而同地以1红心出身。好，那边西家跟另外一边不同，是选择先以2枚花扣叫。对，叫敌方的花色不是代表梅花，是代表红心配合的有邀请以上的实力。通常我们好牌会慢慢叫，从第1阶开始叫，慢慢的跟同伴交换资讯。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东家介绍出了他的第2门牌组，同时也可以听一下外面的分配怎么样。像现在南北家表示出了梅花的牌组，因为西家信心满满，你知道一定是自己的合约，所以他选择从第1阶的开始慢慢叫，跟另外一桌选择就不同，让大家还有更多机会来表态一下，对，来介绍。看一下西家现在会怎么抉择，是否能够叫到这个满贯呢？对，刚才是在这个西家这边的第2叫就已经叫出了4红心。对，那东家显然也不能再动了，就是他已经直接叫到这个 game， 他也没有更多的机会去表示了。看一下另外一排，东家开叫1黑桃，有17个大牌点。那我们西家的西家是选择叫1无王，我们这边1无王应该是约定破叫，他不是真的也想要打5王合约。
那北家黑桃缺门，其他牌组都有很强的实力，因此选择破半赌背。那东家持有高线 ，Rebel 也表示自己有力量。西家持了5张的黑桃，那已知同伴也有5张黑桃，只有先从1王开始，再停至2黑桃，再进教3黑桃，也算是一个比较蛮保守的表现。是，也没有选择串教，而是选择这种低阶的慢慢的进教。这牌我们可以看到啊，外面黑桃是30分配，南家有3张，因此这个王牌一定要掉一副。红心同时也是掉到红心 A， 美花也要掉美花 A， 那方块同时也要掉一副。这个3黑桃应该会是刚好的结果。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南北家的4红心，南北家红心有10张的配合，所以这个4红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合约。对，南北家错过了这个4红心的合约。因为北家的赌杯通常表示的只有4张的红心，那南家就没有很积极，南家就是进教了2次红心，那北家也没有加至4红心。是，所以这个合约他们相对来说就当一个比较保守的防守方。对，南北家的4红心应该是很不错的。有一些意外，北家没有继续计较红心，尤其又在南家主动拉3红心之后，有一些意外，它有5至40，而且又是5张的红心，旁边还有这个 A 红心有 A， 旁边有 A 勾 10 9，还有这个尖的方块 King。他可能一方面是觉得说，东家已经 Rebel 表示力量，可能大牌都在后面，确实也如他所料，这个东家有没有King， 然后方块 A 勾是看住他，但是同时也会只会掉这3副牌。基本上他只要买同伴 King 5张，很有可能就可以完成合约，所以这个 pass 是蛮保守的一个决定哦。可能 QQ 自己比较积极，对，QQ 自己非常积极。所以老师跟你的伙伴在牌桌上叫品的时候，通常你是比较冲的那一个。对，我是非常冲的那一个。我以前小学的时候，老师让我跟我自己原本的同伴拆掉，就是因为我们2个都太积极了。对，2个都叫太多了。哇，这样很容易失控，没有人踩刹车，对，没有人踩刹车，只有踩油门。对，因为小时候就是一个冲劲十足的人。是。那在桥牌上确实也很需要冲劲。可能巧手常会往往担忧外面坏分配怎么办？可能如果很难打，或是被敌方处罚了怎么办？其实这都打桥牌取胜之道还是要稍微积极一点。以前队长都不停的在鼓舞我们队啊，要积极，一定要积极的叫牌。但是看到我跟我同伴说，你们不要再积极了，你再积极会出事。对。有一次就是在亚运打完印尼队的时候，我们队结果出来虽然是赢的，然后队长就笑称说：“你们的合约就都是比别人多了2线，叫的比别人叫的更多。”但是较多可能会赢，但可能会有输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种比较极端坏分配的时候，很可能就会被敌方处罚。这时候损失的时候也是非常可观。好，西家坐庄的4枚花合约持续在出牌。4加6这一副要吃到10等。哎呀，他们是误会了。我刚刚没有看这个叫牌过程，刚刚在说话。这个2枚花应该是对着红心配合，然后它的2方块又看3枚花，然后西家的4枚花应该是在 Q 边。他应该是没有料想到同伴会 pass，就是这个叫牌过程啊，北家开1枚花已经保证了3张以上，那南家的3枚花就是对着梅花支持，应该会有4、5张以上的梅花，所以西家的4枚花更不可能是自然了。那不知道为什么东家就 pass 了，可能是精神不济或是看错。对，这个4枚花不可能会是自然的交品，那他们就很可惜的误会打到这个4枚花当5个，所以反而是输牌。另外一桌停在成局反而是赢牌，所以桥牌其实很有趣。你身为另外一桌的这个南北家，你看到敌方4红心超3，一定会乐得开花，就是说哇，敌方鹿死了，敌方我们的队友可能会叫到满贯，我们可能可以赢这一拍，要么也就是只平手不输。另外，你的同伴队友一定是这么想的，但万万没想到，你的队友可能也会出现这种错误，就出现这种误会。
因为我们在牌桌上只能用叫品沟通嘛，然后肯定会出现误会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前3副牌就已经34-0了，现在完全局势是有点在一个队伍里面一面倒的状况。34-0是非常大的一个比数了，尤其才打3牌，这样平均一牌就有10以上的 difference， 是非常的巨大的。但前面老师有跟我们介绍过，我们是换算成 VP 最多一个就是20-0，对，最多就是20-0。那可能是以16副牌为例的话，就是要赢到60个，那这是非常的多，就是平均可能一牌就是要赢到3到4个，那这是非常的多，就是平均每一牌都要赢到一个 partial， 是，那真的是非常的巨大。那其实桥牌的分数设计也蛮有趣的哦，像如果我们的 INP 是11-10好了，那就只差1分的情况，INP， 那换算成 VP 确实会比较多的分差，就是我们鼓励说这种小小的差距，我们就要奖励赢的那一方。但如果已经相差很大，像现在34-0，如果之后他们再继续赢的话，他们赢的 VP 意义就不大，对，就意义其实就一个就占的比例不多，就是要鼓励说，旗鼓相当的时候，要尽量的从这种小比分去胜出。但是当差距很大的时候，越赢其实就没有那么多了。你赢1分也是赢，100分也是赢。对，那这种差距很大的时候，其实后面都比较没有什么差别了。这是桥牌设计分数的一个意义。是。好，那我们看一下这牌。也是叫到一个比较高阶的合约，东家开叫1黑桃，那西家可能是依照这个身价的有利以及总邓数定律去阻击到了4线。好，那北家这个 Fono 它并不是要打5王合约，它是代表了说，我在其他它可能是约定2D或是在其他门的 take out。那东家赌背表示力量，那南家没有就不叫，让北家自己做选择。那北家就介绍出了自己5张的红心，那就叫到了一个5红心。那北家加起来一共有10张的红心，10张叫到了5红心，因为东西家已经把线位叫到了4黑桃，那他们要介绍出红心，只能在5线去做介绍。不过这牌很有趣的是，西家始终没有办法上手让这个东家去吃到他的方块。对，因为他没有黑，对，西家没有办法上手。等于说我们自己打方块虽然要掉 A Jack，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打这个梅花去点牌。我们这个打梅花 Q 虽然被 King 吃走，但是这个东家出牌的话，他没有办法让西家上手去回应方块，所以东家就算上手也只能吃这个方块 A。同时这个梅花有第4张就可以抛掉这个桌上的方块10灯。所以这个5红心应该是可以成约的。但如果南家坐庄的话就不行了，就因为南家坐庄会是西家手工，那他可能攻方块就可以吃到2个方块，所以这个庄位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刚刚这个南家看到同伴 Fono， 如果直接加入红心，这个合约反而是会当的，所以这个庄位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庄位的考量。那我们原则性上是让这个点多的人手工，让他是第一个手工的人有力量，然后不要让另外一家上手是一个原则。所以在这牌的表现，有北家坐庄5红心是非常好的，是蛮理想的一个，非常理想一个教牌的布局。哇，那这牌南北家应该也是要再赢一个大进账了，因为另外一边反而是他们的队友获得140分，而这边有身价650分，所以650分再加140分，哇，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比数。哇，4牌就已经把差距拉到非常的巨大了。我好好奇大家中午吃了什么？对，会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是吃这个豪华双拼。我们要打听一下南北家吃了什么餐厅，我下次也要去吃。我也希望打了4牌，我就可以赢40-50个。不过确实在这个中餐回来之后再上牌桌，整个因为还在消化啦，然后整个状况好像像我们的队友就都会指定说我下午第1场不能打，就是他会觉得他会昏昏欲睡，然后交给队友去做处理。对，那现在东家果不其然就没有办法，只能希望西家有这个方块 King 可以去吃2个方块，否则他已经清晰的看到说北家的梅花可以抛掉桌上的2个方块。
尤其西家应该都有跟这个梅花掌数，可以清晰的知道，哎呀，梅花要被抛出场10等，只能希望立刻提取这个方块的银等。那可惜的是，庄家拿着这可恶的方块 king。哇 ，BTU 在这一局的进账之后，又是一个 INP 13分的局数进来，所以现在是47比0。哇，几乎是要套每一排5分。4排啊，4副哦。哇，4副，哇，4副就已经到了47，每排已经超过10几个。这是我们目前你看到最大的比数了，最大的，因为早上其实大部分都是 push。啊，在 push 到到几个关键局才有一些分差，对。哇，这些真的是哇，老东西到了下午真的太狠了。我中午到底又吃了什么？说到食物啊，我们在亚运的队伍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习惯。对，那我们自己都会知道事先的对手，我们这种循环赛都是先排好的。对，比如说我们明天知道要打泰国，我们就会去买那个国家的食物来寓意说我们要把它们吃掉。对对对，像泰国我们就会吃泰国榴莲，但我们队伍其实都不喜欢吃榴莲，就偷偷的咬一口。但是你们我超级喜欢。去杭州亚运的时候，大会有提供榴莲吗？没有，我们就是要，我说的是其他的国际赛，在有办法的情况。那亚运的时候不能乱吃，有禁药的问题，我们也自己不敢去外面随便买东西吃，只能吃选手村的食物。那个时候因为杭州嘛，所以那个菜系应该吃起来都还蛮习惯的吧？都还蛮好吃的，尤其在选手村的话，又都是无限量的供应，但也不能吃太多。对，没错。在选手村的时候，这个阿姨都习惯大家都是运动员，就会直接盛一大坨饭给你，然后我们都要说，不用，我们不要那么多。那刚刚说我们吃其他国家的食物，其实在亚太杯的时候、世界杯的时候，有能力去超市去购买这种食物。像对韩国就吃韩国的海苔、泡菜，对，能买得到。去超市扫一圈，总能找到那个国家的代表性食物，还蛮有趣的。其实这招还蛮灵验的，真的。对，就是前一晚，对一种心理暗示，感觉吃了之后这个信心度都特别。对，还有队伍的士气嘛，就是大家都负责，比如说你负责买韩国的，你负责买这种菲律宾的，对，大家就有默契，还蛮有趣的。这算是一种小迷信啊。好，北家这边叫出了2黑桃，那等最后西家的 final call。这个南家的2方块也是代表一高的串角，就是它有一门高花，黑桃或是红心。那北家就是2黑桃是 pass or correct。是，西家盖叫了。对，西家知道了南家是黑桃之后，他选择出来叫红心牌组。那他有13个点力，有红心长门。不过东家拿了 King Queen 勾7张的梅花对，所以东家。不过他的牌力由于只有这一门，他的力量不足以直接在2黑桃直接叫3梅花。那现在同伴出来叫3红心，他选择他选择出来改叫梅花4梅花。对，自己有 King Queen 勾这种长又坚强的梅花。对，我刚正想问老师，就是如果东家这边选择 pass 做给队友做3红心，或者他自己叫4梅花，哪一个整体来说会更理想一点？哇，他自己有这种 King Queen 勾7张的梅花，那而且有一个点是西家没有第一时间出来叫2红心，代表他红心并不会太长又坚强，所以他选择自己出来改叫自己的梅花，也是蛮正确的选择。就还是相信自己手上看得到的牌，这样，因为他一定知道他的队友在红心上有所发挥，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强。应该是不会太强，才没有第一时间出来叫，而是最后才出来竞叫一下。对，所以第一时间叫跟最后叫是不一样的表达是不一样的。对，那同伴也要脑袋清醒，知道这件事情，同时也要了解同伴的习惯。是，那最后就由东家4梅花成立，南北家来做防守方。好，南家的这种手工双张，我们双张通常会攻顶张，让同伴了解。手工双张，一方面是想要网吃，所以你看现在我只要顶出方块 A， 对，然后一方面是希望能够网吃，第二方面是希望能够帮同伴建立或穿梭。所以手工双张其实是一个蛮对王牌一个非常优先度很高的一个选择，除了单张连续张。那什么时候会有2张，然后先打这种 high low 的情况？2张我们通常都是约定是 high low， 都是 high low。对，如果小再大的话，就代表不是双张，那同伴就会非常的清楚，在防御上是很有帮助的。好，那手工方块就顶出了这个方块 A。看一下他们的10等梅花不会有，那方块被顶出来会有2副。
黑桃也会有掉 A。这很有趣，桥牌的出牌，如果是观众朋友没有接触过，第一次玩，然后还是用那种大老二的思维，就想说怎么不先丢小牌？这样我先丢小牌。是。那小牌不太一样，还要看4门的花色。那这个东家选择 A 先不吃，希望能够让之后南家上手没有方块可以回。但可惜的是，北家还有这个黑 Spade King 可以上手提取这个方块1等。敲王，他现在已经掉了2副，现在应该是只能拉黑桃回手，希望是南家上手，因为他必须建立这个他回手要继续敲王的一个局势。他应该是会送黑桃之后，黑桃手上王吃，然后去继续敲光王。但现在就必须要掉两副，现在已经掉这样已经掉1副牌。对，他应该是拉黑桃想要手上王吃，但现在北家有 Spade King A 吃起来，可以再提取方块1等。好，所以现在已经掉了3副牌了，同时红心还要给一个红心 A， 所以没有办法完成合约。看一下另外一桌是打了3-5王倒4个，他们同样也是叫出了一个1高的串角，是一模一样的。那最后东家选择3梅花平衡，然后北家凭借着这个还不错的实力，然后有梅花支持，希望能够梅花通的时候，东家还有上手章可以提取。但可惜的是，由于这个梅花单 A， 东家又没有 A 可以上手，所以就没有办法吃到桌上的梅花1等，所以3王才倒了这么的多。所以这种每一个决定啊，都可能造成一个大胜负。就是如果他怕是3梅花，反而会赢到这一局。但是他可能想说梅花可以提吃，然后自己点力又不错，选择叫了这3-5王，所以每一个决定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是。所以打桥牌这压力真的还蛮大的。桥牌的这个叫牌真的好多学问在里面。对，好多学问，要考虑的因素非常的多，也要跟同伴沟通取得合作。所以打桥牌要持续的进步，是需要跟同伴付出非常多努力的。而且打桥牌又是充满错误啊，可能自己不太知道犯了什么样的错，或是怎么打才是对的。就有学弟跟我抱怨过说，打桥牌成就感来得好慢。对，就很他的养成期蛮长的。真的。那 QQ 老师有没有觉得说打到一个程度，然后进步的是很快，但是到了可能一个不知道几年的年龄，或者是你觉得到了一个程度之后，那个撞墙期也会遇到蛮长。绝对会，我在高中就遇到了一个好大的撞墙期，就是觉得怎么样参加比赛都赢不了，然后跟队友同伴的关系好像也不是那么的融洽，因为大家都非常想要赢。对，都求好心切。对，遇到很大的一个撞墙期，就觉得别人不想跟我一队之类的，就是我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成长跟进步，会非常的气馁。那其实这往往是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错误，或是可能你认知下，可能看过别人做这个决定，但刚好他的决定是对的，你就以为那个是对的，但其实他有更好的叫法，或是他刚好是错的，但是你不知道，而你不自知，所以打桥牌很容易陷入这种不自知的一个状态，是很危险的，也很可能走火入魔。那最后是什么样的契机？发现自己可以跳脱出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必须要找人教，必须要找一个可能他经验比较丰富、很好的高手，或者他对桥牌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你要去找一个志同道合，你也认同他这种桥牌观念的一个同伴。那我那时候算是运气好，碰到那时候我同伴刚好从这个美国留学回来，然后又重拾这个桥牌。那他跟他同伴有高达15年的这种合作经验，也是交大的学长。是。那他就是非常的聪明，对桥牌有自己的想法。对，那我就是不断的请教他。然后最后就是对，最后就走出了自己的盲点，这样子。没错，就是真的打桥牌会需要有人带这样子。或是不断的看他打牌啊，看他跟同伴之间怎么去沟通，或是学他跟他同伴的制度，我是不是也可以采纳他们的意见跟他们的使用方法。所以我同伴也是打了2届的亚运，但2届的同伴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对，那他也是非常的厉害，可以跟不同的人这样子打得起来。好，目前第20副牌，我们看到主桌这边持续
在做出牌。老师，我们看一下双梦家好了，这样观众看起来比较直觉。这牌是西家打三梅花哦。看起来，庄家打对的话，就是如果他打方块会倒1，红色就是会倒；但他如果打其他副牌的话，都是安全的。所以这个3-5王倒4位，这个南北方就是赢回了这个7个安皮，像比数缩小到40分，但还是一个巨大的比数。没错，还要革命尚未成功。对，革命尚未成功，我们还有9牌，我们还有9牌的机会。就我们目前其实也才打了5牌。看一下，另外一边，同样的牌，他们是选择打3-5王，然后目前才进展到第2等。好，那目前3-5王，由于这个梅花是重的，就是我可以打梅花 Q 去捕捉这个北家的梅花 King， 就可以吃到6个梅花。那同时现在方块，尤其方块第1等 A 已经出了，我可以吃6个梅花，一个方块，一个红心跟一个黑桃，至少有9副牌。这个3-5王应该是可以完成的。看一下叫牌过程，北家凭借这个6张以上的梅花7副牌，7个点跳叫3梅花。那由于东家这个有梅花上的支持，又是这种 A 尖点 AA King 这种尖点的快银灯，叫了3-5王，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决定。另外一边只有打 partial， 而你打了 again， 那你就是可以赢到成局奖分。这牌这个东西家应该会再赢回10个MP 左右。哦，不错，不错，有来有回哦。另外一边是打3梅花，刚好110。这打桥牌压力很大了，这种分数，这种来回，每一个决定可能都会造成一个非常大心魔，会不会跟自己想说，如果我做错了一个决定，害队友输了怎么办？这可能会想到心魔。看一下另外一桌的下一排。下一排刚上手，要进入到叫牌的阶段，进度稍微快一点，21副差不多。刚来转播有速度差到最多有差到大概3副。哇，那也是蛮多的。对，但目前这2桌的进度差不多。对。刚刚说到桥牌上可能会很常会有这个心魔啊，就是会害怕自己可能做错了决定害队友输掉，或者因为自己输了很多的分数。那这个亚洲桥王就有提供我们昨天有讲到10大心法之一，想分享给大家。那他提醒所有桥手就是要避免瓦伦达效应。那什么是瓦伦达效应呢？那瓦伦达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走钢索的一个演员。他是过去的一个人物，那他们其实每次走钢索都非常的专心的致志，就只有在这个走钢索上面，就是想着怎么样可以走得很好的专注，他不会去想说走到对面之后我可能就放松啦，或是对面怎样会有怎么样的鲜花跟掌声，他从来不去想这回事。但在有一次为很重要的客人在表演要从2栋大楼走过去的时候，他在前一晚就非常的害怕，说这次演出太重要，对我而言太重要，绝对不可以失败，绝对不行。但是他妻子就觉得很担心，那果不其然在表演的当天就出事了。对，就不幸的表演失败就身亡。那他事后妻子他说他当晚就不停的在告诉自己说不可以失败，不可以失败。那这真的失败了。所以黄教练就鼓励我们说要避免这种效应，我们应该是专注在牌本身。他鼓励我们要轻松但不放松，专心但不费心，就是要想着天上地下，我们就只有现在眼前这一排。要鼓励我们说要相信自己的实力跟决定，而不要去想这种牌以外的事情。那在打桥牌也是很重要的哦。其实这也可以运用到这种人生道理啊，就想说，不要想说做这个决定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而是专注在自己手上现在拥有的条件。对，没错。好，北家，你看他非常专一哦，只爱红心，只爱红心。其实并没有。这个北家开叫1红心之后，南家我们的制度就叫2盖1，然后我们的2盖1就是这种2线盖1线，就是已经是破教成局。是。
然后这个北家的两红星只有 relay， 它没有保证多余的红星张数。通常我们叫一红星、两红星会有6张以上，但是在同伴2-1破教成局之后，我们这个两红星只是等待，所以并没有保证出多余的红星张数。然后南家就3红星有支持同伴的红星，那北家是开教的第一线，就直接简单的家教1局，对，让这个合约可以成局。对，那如果北家有多余的力量的话，他应该去叫其他的花色，比如说他可以扣叫4方块，表示只有方块 A， 就让同伴了解说，我多余的力量，我们要不要往 GAN 以上走？是，因为现在已经破教成局了嘛，我继续叫其他的花色，叫其他的表示自己的力量是想要往 SLAM 走，就满贯走。那南家知道同伴是第一线之后，就算自己拿了这种比较尖的控制，然后17个大牌点，知道同伴是第一线，还是没有继续的往满贯试探。那这牌也确实啊，就是至少要掉2副 A 给敌方，所以没有满贯。另外一边没有把3-5王带走，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哦。手攻方块，转攻红心 King， 再顶红心。这个东家并没有用黑桃下桥去飞梅花，而是直接拔了这个梅花 A。因为用黑桃下去飞梅花可能是有一些风险的吗？不过飞梅花好像没有风险，因为飞梅花是南家上手而不是北家上手，他应该没有办法去继续穿梭梅花。所以确实有时候在出牌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空间的调整。对，蛮奇怪的，因为他知道现在外面应该是有2个红心1个方块，如果再掉梅花 King， 他希望梅花 King 上手的人没有办法提取第4张红心，但是他这样只有5个6、7、8、9。如果他飞梅花失败，会有风险是会掉3个红心1个梅花1个方块。他现在的打法是希望落在梅花 King 的人是没有办法提取红心，同时还要飞。尤其这个手工方块9，他认为这个方块 Queen 是 on 的，所以他有把握吃2个方块。不过我也很纳闷，是因为这个红心这个北家是先出红心 King， 再出红心 10， 那很明显的他就是连好了，否则他不会这样出。尤其他第3张更证明了他不会 King Go 10去这样子攻，还是不太会。对，我们还是有不按牌理出牌有蛮奇怪的，他应该明显的知道第4张红心在北家手上，所以他没有飞梅花是一件。如果再掉 Spade King 的话，2个，他已经掉2个红心1个方块1个梅花跟 Spade King。他是担心说用黑桃 A 下去飞梅花，但不中的时候南家可以吃1个梅花，现在已经掉1个方块2个红心，同时如果南家又有 Spade King 可以提吃到。不过我觉得这种几率最高，可能最快的打法还是飞梅花可能好。是飞梅花，但最后的结果就是 push。双方平牌都是各拿650，完成合约多吃1凳的一个状况。再帮大家整理一下刚刚这个3-5王的局势好了。手工方块9到 A， 然后北家是掉顶红心顶出庄家的 A， 这时候外面已经有2个红心1个方块。如果这个东家用 Spade A 上手去飞梅花而没有飞到的话，就会掉2个红心1个方块1个梅花跟1个黑桃。刚刚庄家这样打梅花 A， 梅花送出去是希望说，这个南家有梅花 A， 梅花 King， 然后没有第4张红心可以吃，他是这样子打。想一下东家打梅花 A 还可以兼顾有梅花单 King 的心，
不过老师很想知道为什么刚才没有在想要分析的清楚。楚一点，就尽量把这分析。庄家并不是打错，而是我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东家没有非梅花的原因以及它的后续的优缺点。是。好，没有关系，这牌是一个比前面相对小的一个比分5分。那我们来继续看22牌。东家拿了7张的坚强的方块，然后同伴对着敌方的开叫盖叫一无王。那通常会是好的15，然后16到18个大牌点。这里东家决定直接叫到成局，也没有去试探这个红心成局。对，就直接的没有介绍任何东西，直接叫到 game。很奇妙，他们这样都已经可以猜测到对方跟手上的，因为目前花色出来就只有南家的1枚花而已，有亮花色，其他都是用2个无王去表态。没错。那东家由于这个方块上的银盾，他决定不打王牌，然后去直接叫到 game。那由于这个也不是也不是这种 A， 所以还是决定无王比较近，因为5方块只能掉2副牌，可能掉2个 A 之后，很可能还会再掉1副，所以直接叫到这个3无王。好，这边应该是记录的问题哈，因为东家他只能出1张，所以不用想那么久。不是，并不是这样，也不一定是这样啊。打小牌还蛮有趣一个点是，第一副牌第一等就是这种他手工做的第一等牌，即使他只有1张，他也允许去想的。OK， 因为第一等很重要。是。我可能我要先把全局牌想好，再出第一等，其实是允许的。但是当不是第一等的时候，假如说庄家换一下，庄家手上只有单张好了，他不能想。对，因为就是按照规定，对，他不能想。但第一等是最奇妙的，就即使我是房家好了，就是梦家已经出完牌，我即使只有这1张，我也允许想。就是但只有第一等的时候，因为之后的可能庄家打很快，我必须先想好我后续的防御路线。哇，这是还蛮有趣的。桥牌真的是对，就不能很无脑，好多这个对小细节，对小细节在里面，就不能无脑说，反正我就有1张我就出。好，对，那就防御上也要更小心，因为另外3家也要观察一下梦家的状况，做一下做一下后面，比如说庄家出这一凳，我要不要盖？后续牌型可能长得怎么样，都是第一凳要在心里想好的，之后再想可能就已经太迟了。就身为房家的好习惯，也是庄家的好习惯，第一等一定要打得慢。这也是我常常在教学生的跟他说，第一等不要出很快，就是我不管你这一排可能是不是铁牌，第一等就不能出这么快，因为其实往往错误常常发生在第一等。是跟麻将又不一样，每次麻将第一张打太慢，还会被另外3张马说你快点出第一张好不好？哇，很奇妙，我找到一个奇怪的相差的点了。这边就直接看了，因为它就是有手工黑桃，有1、2、3、4、7、8、9、10，看一下它的黑桃 A 黑桃黑桃 A 黑桃飞过，它就有7个方块，2个黑桃跟1个梅花，然后再顶1个红心 A 就有11副牌，所以直接摊牌节省时间。真的都已经计算好了，对，所以刚才第1张出的比较久，其实都是在计算，对，都是在计算后续说，敌方再回黑桃，我要飞过吗？我银盾是不是足够？这都是心里要先想好的。哇，老师，你看现在一个已经23副，一个20副，所以，没有，他们也得20，也差不多，对。不过这一周的过程就不太一样了。
这一注的过程是东家表示5-5或5-4，然后停带3红星，打到7张王的3红星。那没有找到最理想的3户王合约。对，最后是以3红星成立。不一样的是，西家没有盖交义务王。这可能观众会好奇说，那我明明是方块厉害，为什么最后我的 partner 喊到的是红星？这可能是一种取舍，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制度叫出完全精准描述我的牌，所以就要有所取舍，所以他可能决定叫出5-4。不过像这牌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的红星跟方块实在是相差甚远。我有 King Queen Do 10这么坚强的7张，那只有 King 4张的红星，其实这2门是相差很多的。我相信不少人的选择都是选择介绍出方块，而不会是介绍出这种只有4张的红星。所以每个人的选择可能不太一样，他可能想要兼顾说，我想打4高花的星，尤其同伴又没有对着这个地方的做表态，对，做表态，所以他可能没有预期到同伴会有这么多的力量，是，他可能觉得牌型取胜，希望能找到4高花的合约，所以有时候还叫评还是蛮多，对，也是要有所默契在里面的对，不但要有默契，而且还要对自己对牌质要有做取舍。有时候我们拿这种比较坚强的一门，然后另外一门可能也稍微比较弱，然后张数比较少，选择介绍一门的时候，可能同伴就是拿另外一门的支持，也是会发生的。但也有时候这种相差太多的，我相信比较多人的选择可能是会去介绍方块。是，哇，他这样方块就蛮可惜的。对，努力打还是可以把3红星带回家，但也没有办法敌过敌方已经打3户王成局的分数。好，毕竟一个是成局，一个是 partial。对，一个是 partial， 就算打 make 了也只有140分，敌方有660分。好，又是一个比较小的合约，2黑桃西家坐庄。我想把这牌讲得仔细一点，但不知道观众要不要听。来，请。但是就发表个人见解，就是刚刚乍看一下，这牌没有飞过梅花，就是我们上帝视角看，这个人要开教，可能很多人可能就粗浅的想说，是不是就飞梅花，我就可以妥妥吃9等？但可能庄家考虑的更为细致，因为就算飞梅花，可能他拿了 King 小小，是可能飞不下来，就是 Q 他不盖，然后又要飞到手上。如果用 Spade A 下桥，那桌上梅花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不飞梅花的原因是，可能 King 小小没有办法回到桌上吃，然后现在又有问题是，如果用Spade A 到桌上，万一飞不到的时候，外面已经有5个10等，所以他希望打梅花 A 兼顾这个有单 King 的型，那希望当没有的时候，希望南家有这个梅花 King， 就没有办法上手提示第4张红型。所以乍看之下好像很有。就是很简单的主打，但其实里面的很多细节，我们不能只考虑单门打法，而是要去计算说，如果会怎么样？如果没有飞到会怎么样？那怎么样才是能够兼顾更多几率最高的打法？是对，其实乍看之下，好像飞过很合理，但其实仔细分析下来，或许打梅花 A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那这牌刚好不幸的是，牌长成这样，那你打梅花 A 刚好进入到北家，拿了这么多的点情况，可以提取第4张红心。哇，感谢 QQ 老师精彩的讲评哦！好奇有多少的牌友在收看同时，对。好，当然我们的这个转播平台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YouTube 频道都有这个即时的聊天框哦，大家可以在上面回复 QQ 老师这个有没有收到通知。当然也欢迎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搜寻桥牌少女 QQ 哦，就可以找到老师的这个 YouTube 频道，里面有很多桥牌的小知识，然后很多这个小理论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做介绍。打桥牌压力蛮大的就是还要在转播的情况下会被那个其他人给观看，然后可能也会把自己的想法带入。对，所以上转播其实压力是一件蛮大的一件事情，要顶住观众的目光，然后去坚持自己的想法。是。但我觉得 QQ 老师这一次上来跟大家分享，应该也蛮有收获的吧？对，就是也是第一次当这样子的赛评。是。
那其实打桥牌压力蛮大的所以每个人在打完牌都有各自不同的放松的方式。那想问主播，平常自己压力大的时候怎么抒发自己的压力？我压力大的话，应该也还是运动。流汗，对对对。流汗，是。哇，我们小手可能坐在牌桌上已经很累了，所以可能比较少人用这种方式去排解。那我觉得这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式。像我们队员好奇是真的会去平常定期的健身，然后去游泳。哇，我觉得方式也是非常的好哦。是。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像我们队长就是很喜欢吃，但是我常常比完赛就会去吃一顿非常丰盛的火锅，但是无论吃不吃得下，然后队长总是会点的很多，然后大家都要吃的很多，然后队长宗旨就是吃的多才会赢，所以常常我们打桥牌体重会增加。这还有蛮多这个身材管理的部分在里面哦。那我们队友还有养一只很可爱的柴犬，它非常可爱。那它也是住离得离桥鞋很近那时候，那我常常打完牌压力很大，就会去他家摸狗狗。OK，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舒压方式。对。好，另外一边吧，由于这种4-3的红心合约本来就很不好打，所以还是损失有限。尤其make 还是会输人家，还蛮多分，所以其实 make 跟当万还是会输这个660很多分，有一些差距。对，好，那现在还有6排，分数差距现在是32分，不小，对，还是不小，我们但还有机会。对，现在来到第23副了，然后是一个全部人都有背景的情况下。好，南家开的这个2方块依旧是一门高花，然后北家选择北家依照制度叫了 pass or correct。那东家这时候要考虑要不要介入交牌，就14个大牌点。东家的牌型就蛮均匀的对，这一次平均的牌，平均牌型。他现在可能考虑的是pass 之后牌就会收起来，己方会不会有合约会找不到。好，他选择以赌背出身。现在看起来就是对这个红心的take out，那我猜想西家会也有4张黑桃会停在2黑桃，那应该会打到这个合约。那另外一边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过程哦，东家也是把握机会。我们打桥牌是遵从 first in first out 的原则，就是尽量在低阶的情况下，我就先行表示出自己的牌，以免在以后会造成叫牌上的困难。所以2位的东家都有把握这个原则，在低阶的时候就选择赌背，否则如果东家 pass， 很可能就会打到这个2红心的合约。那两边看起来情况是一样的，对，没有错，也是打到2黑桃。黑桃。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梅花的分配蛮友善的，就是这个 King 勾9在这个 A Queen 太后面会被抓住。另一周最后是完成了合约，对，多吃了一凳。看起来这个2黑桃应该是可以完成合约的。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凳的下一副牌。西家有非常强大的方块实力，所以第一张就表态，应该会再叫一次表示自己的方块，没有错。所以这又是一个东西家表演的牌局吗？应该看起来是南北家应该是不会去介入的。那东家持了7个牌点，那西家仅能叫2方块。那我们通常跳叫的话会是16正，那2方块也表示了自己只有6张方块，没有16以上的牌值，所以只有7个牌点这样不配合的情况，东家可能要想说有没有 feed 到高花，才可能会有一局。东家是有一点困难的，他有2门高花，如果有 fit 到是有可能会有，但是自己方块又是这么的不配合，所以要考虑的因素非常的多。没错，他现在在想2门高花，但是因为力量实在是有点少，除非真的配合到很好，但是现在不配合迹象是可能有一点出来，像方块是单张对到同伴的场门。如果再没有 fit 到高花，2黑桃可能是没有这么的理想的，所以他这边做 pass 算是一个很保守，对，一个算是合理的决定。合理决定。对。
把决定权交给队友，自己来当个梦家。当梦家。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真的找到了黑桃配合这个梅花掉1副，红心的 A 王要掉2副，那黑桃至少要掉1副，所以这牌是没有4黑桃的。就即使有 fit 的情况下，那同伴又长了这么尖的点，但还是没有办法完成，就是力量不够多，然后在方块上又没有很好的配合造成的结果。所以这个 pass 还算蛮合理的。另外一边的2黑桃也进行到了后半边的部分，王已经敲光，剩下打梅花，外面掉了4副牌。那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很友善的分配。刚刚 QQ 老师有说，这个 King Go 9在这个 A Queen 10的前面，很不幸的都被抓住了，就是只要盖过北家的牌，就可以顺利的吃到3副牌。哇，难得看到全部的牌13张全部打完全部出完好，最后哇，加9灯。所以我们都戏称说这是桥牌的假解定理听起来很像微积分很复杂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像我这个 A Queen 10虽然只有6个点，但我却有吃3副牌的实力，非常的多。我们通常说，可能3个点才能吃1副牌，但这个六个点我就却吃了3副牌，这就是所谓夹击定理的一个威力啊！这个我 A Queen 10直接飞到人家的东西，我就可以获得牌值增值的能力。所以像这种可以飞的牌，或者是不是能够抓住人家大牌，也是牌值判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好，同样的合约，刚才是以最后是以2黑桃超一是 push 的情况，就是两边都是一样的。那这边的东西将是开了弱5网，我们有时候也会拿长门低花开5网。一方面是这也是获取银盾的来源，一方面是可以塞敌方的高花，因为义无王已经把1高花的角品都塞住。对，通常我们对这个义无王的抵抗，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精确地叫出这个高花的张数等等，所以义无王是满塞的角品。然后一方面长门的低花也是获取银盾的来源。另外一边就是平顺的在打2方块。2黑桃应该是黑桃是树教吗？看起来是。他们就打到2黑桃，两边都是打 partial 的合约。那2黑桃看起来合约是比2方块好得多的，就是在黑桃配合的情况下，尤其现在外面方块也是4-2分配，是光王牌可能就要掉3副牌。所以这边以弱无王的制度优势找到比较合理，是比较理想的合约，不是合理。可以看一下这个2方块，对，由于王牌就是要出手处理，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会有朝合约档换去走。因为现在王牌还要送，黑桃还要送，王牌同时也要处理，但2黑桃是可以顺利完成的。所以这也再次表示了这个选合约的重要性。真的，现在看起来方块加起来有7张，黑桃加起来8张，它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但其实失之千里，对，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一桌上4个牌手不同的教品风格，最后促成的合约结果也不一样。明明是拿同一张牌，这可能也是他们制度上的差异啊。像国内普遍大家都打可能自然制跟精确制。那像我去去年去参加北美的一个大赛，就有非常多的巧手来自世界各地，那他们也都有非常多各异的制度，那真的都是百花齐放。尤其他们在这种制度不同的情况下，但基本功都非常顶尖，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武器，那真的都是非常的精彩啊。老师有机会在 YouTube 拍一集，跟我们介绍桥牌的制度上的差异。这个比较抽象，对不对？对，它比较抽象，可以把它想成
我们概念是一样的，都是要尽量获取合约最好的结果，但是过程可能会不太一样，造成不一样的结果。但其实我们设计理念大概是一样的，就等于说他叫出的东西，让同伴知道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好，最后 claim 8吨被接受，对，两黑桃顺利完成，那两方块可能就也比较难完成。哦，方块，庄家跟孟家的方块取一，哦，还有上面还有4张。那我刚刚讲到的 NABC 啊，它是一个北美大赛，它有春季、夏季跟秋季。哦，对，它是非常非常盛大的赛事。是，像我们现在那个正大的四维堂已经非常红，非常的宽敞了。对。但可能在北美大赛的时候，去年去在 Las Vegas， 大概4、5倍大。哇！然后满满的都是人，拍手，对，非常顶尖的拍手齐聚一堂啊。我去年是第一次打，我就再也回不去，就是我已经。希望每年都要去。对，我去年第一次坐下来，第一场比赛第一天，我坐下来看到他是打波兰精准制，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要慌，只是一个精准制，他应该只是一个波兰喜欢打牌的老伯伯，然后打完果不其然。世界冠军，就那边有非常多的巧手，非常厉害，都是职业的，是世界冠军的头衔的，所以感觉去一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收获满满啊！那他们其实我们台湾小友应该也不陌生，我们有一个软体叫 Bridge Master， 其实 BBO 上也有，它就是一个训练主打的一个软体。对。那它每一排打完啊，会出现一个人脸，那这个人脸就是这个创作这一排的作者。那他们通常都是常出现在乔书的作者啊，非常有名的巧手。那在北美大赛的时候，就可以常看到，你那个不就是 Bridge Master 的第几排的人脸吗？对，有点有趣啊！那个课本里面会出现的。对，课本出现的人物，哇，真的是很有趣。然后那边其实亚洲面孔也有不少，很多从台湾搬过去在美国工作的侨友也会在那边碰面。但是我发现他们可能欧洲人、美国人可能很少看到这种亚洲面孔比较年轻的面孔。我在桌上，因为第一次打，大家都很好奇 ，How old are you？ 对，都觉得每次都 How old are you？ 对，然后我就会说 You guess it？ 然后他们有一个人还猜我12岁，真的是很夸张。因为 QQ 老师的外形比较娇小一点哈，就是很多人都会好奇，尤其是外国人，他们不太会判断亚洲女生对这个外形的年龄，所以认为说哇，感觉有一个小朋友对，怎么有一个小朋友来打桥牌，还蛮有趣的。不过这样子，你反映出你这个这个技惊四座的感觉，也是反差感蛮强的。对，没错。那北美他们也是非常鼓励年轻人就是来打牌的。那我的报名费会是很低的，就是在可能其他人会收。他怎么样定义为年轻？25岁以下。他是用 U25以下。对，他们都非常鼓励学生啊，然后年轻人来多打牌。他们对学生有非常多的优惠，所以要把握在25岁之前，赶快多参加一些赛事，不然就可能好几倍的报名费哦。那我们回来牌桌上。刚刚另外一边果然没有完成这个2方块的合约，所以这牌让这个南北方又多了6个MP。好，剩下4牌的机会，外面现在分差是38分。我们看到这牌有红心上的配合，东家开1黑桃，西家也是用2-1的制度，叫出了5张红心以上的破晓成局。那东家就支持红心。在支持红心后，刚刚也有说过，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配合，为什么还要再叫其他花色呢？对，这是为了我们往程序更上面去做试探，就表示说我有梅花控制，梅花 A， 那看一下同伴有没有满贯兴趣，是因为它还有空间再叫一个5的花色这样子。所以可能如果我叫4方块就没有立刻叫回4红心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兴趣。那现在东家很直接的越过，就是越过了这个4红心的这个线位啊，就是代表说，我有蛮强烈的兴趣。是，所以这边会再补一个5吗？他只能叫5啊，对，他现在补一个5的，因为他们2红心、3红心已经确立了，我们最后一定要交到红心的合约。是，他们现在是在试探，往上试探。那其实对西家来说蛮尴尬的，因为东家表示我黑桃长门又有黑桃的力量，那西家是缺门。对，没错。那应该这样取舍下来很明确了，因为从这样子的教品，其实他们的沟通资讯，我应该已经是很明确了，比较明确了，就是有梅花控、黑桃的控制，然后红心的配合，然后东家有满贯兴趣。
不过西家以这个5440牌型2-1，其实点力是，通常我们有13个大牌点会去破晓成局，那现在他以牌力去做弥补，以11个大牌点去破晓成局，然后也顺利找到红心配合。哦，喊出6，喊出6红心，他觉得黑桃缺门应该是可以帮得上同伴。那这边又想请教朱老师，这里选择喊6不喊5的理由是什么？啊，如果直接喊到5线的话，就是没有满贯兴趣，就是说，我想停下来。对，他决定这样太保守吗？还是？我觉得满贯要谨慎，要谨慎。对，我觉得他以这种5440game forcing 之后叫6红心是比较可能算稍微积极的一些。对，稍微比较，所以如果是你可能会叫5。有点难说，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有可能会再叫个5方块，就是没有直接越过，也没有，对，这都是可以慢慢做思考的。那其实这个满贯蛮就是有点风险的，就是黑桃还要做处理，是没错，对，黑桃一边要做王吃头牌，缺门的状况，就是要出 Spade King， 因为手上没有这么多的王牌可以处理，可以处理这个黑桃。那看起来这牌是可以打桌上的牌的，没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出 Spade King， 如果男家盖 Spade A， 我可以做王吃；如果他不盖的话，我可以就不王吃，这就是所谓的王吃头牌。所以这个满贯是有一点危险的，有点危险，尤其现在缺2个 A 嘛，所以要想尽办法，不能有什么样的闪失。对，闪失啊，就现在已经掉了唯一可以掉的一副了。另外一桌，我看另外一桌在这牌是打一个3-5王，一个也没有打红心，也没有打红心合约，是吧？另外一桌25牌是打一个3-5王，没有叫出红心，因为他没有拿这牌去2-1 game forcing， 是叫了1-5王破教，然后东家介绍2方块，西家是以2-5王去做邀请。因为2红心这边没有，如果他介绍2方块之后叫2红心是没有介绍出力量的，只有表示出5张红心的数教，所以他以2-5王去做邀请。不过东家这时候也是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叫3红心，就是他已经确定没有4张红心的，我叫1红心1-5王之后可以叫2红心，代表4张红心。这时候他有一个机会是同伴有5张红心，然后我叫出我的3张红心去试探说我们是不是有4高花，而东家也没有介绍红心，所以他们就打其实有红心配合的3-5王。所以但最终的结果两边呈现了很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对，一边有找到红心配合，一边拿西家的牌是game forcing， 一边拿西家的牌是就有邀请，就逐渐每个人对牌子有不一样的判断跟想法。那这都没有对错哦，就是跟同伴之间有取得共识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很像人生嘛，就是一样的事情，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对，这很合理。那这边现在出牌就变得非常谨慎了，对，因为这个已经没有在掉灯的空间了，已经没有退路了，对，只能再掉一副牌。然后再打第二凳是在打方块，手上 Jack 吃。这时候桌上还有乔影，这时候手上还需要处理一个梅花石凳。是，但现在东家还有一大堆的黑桃。这时候可以看手上，因为这个方块有 Q， 然后梅花有 A King， 有 King， 所以手上要处理2个黑桃石凳。现在就希望说，男家有 Spade A， 我打 King 的时候可以抓住他的 A。但如果这个 A 换一下给北家的话，好像就没有办法了。对，就避掉了，就只能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这个算是最多50%的满贯，就是这看 A 长在哪里，所以也是蛮冒险的。就50%的满贯叫或不叫，其实期望值是0。对，所以这其实是一半一半的事情。看一下另外一边果然是应该是黑桃王吃偷牌就顺利完成合约，就可以顺利的垫掉手上的2张梅花石凳，所以这个
激进的满贯又为这个东西家追回了13个暗皮。是。哇，哇，很这一精彩哦！分打出了1430呢。对，有身价的满贯。嗯。58比33，把差距缩小到25分。哇，这一个25副牌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大局。对，你看我们现在打了，剩下3牌，11副牌就已经达到了58加33这个分差，是都是大分，产生了很大的分差。代表两边都喜欢做大和，已经打了91个胜负，58跟33加起来，已经快破100了。所以足见这个牌局是很大的，这圈的牌很大。我们继续来看东家开教义务网15个点，应该是也是打15-17。北家介绍红心，南家建设性，因为它有一些牌力，介绍黑桃，希望能够找到配合，可以找到4高花的合约。希望同伴也有一些力量的时候可以找到 game。那北家显然就有红心，所以坚持打红心，就速教达到这个合约。那另外一边看起来过程是很类似的，由于北家就只有红心，然后力量不多，就是2红心、3红心去，就是速教，没有想要往上走的意思。所以这边合约一样，就是考验攻防。哇，这里改了3-5网。解释一下现在情况，就是北家刚好说就是坚持打红心，然后教主说我没有多余的力量，也没有想要继续往上走，所以叫3红心。那西家这时候凭借有7个点，然后红心 king 10小，对着同伴15-17，觉得可以处罚。那这时候南家可能担忧说，我自己只有1张红心，然后红心可能是被后面的王牌张数去处罚，所以改叫了3-5网，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当同伴表示出长红心没有太多力量的时候，可能 pass 会是一个比较优先考虑的选择，是有可能的。尤其我自己红心没有配合，又没有银盾来源，对，缺乏银盾来源，然后又没有力量，所以改叫3-5网其实是可能没有这么的这么的合适。我们看一下3红心，另外一边是看起来是目前会当1，但是这个3-5网看起来会当5个。哇，这就差很多了，很差很多，尤其有赌倍。我们昨天有讲到这个赌倍啊，1358，但我们现在已经到5了。那有身价是258-1001。哇，那1400-258-1000-1400，所以会是至少，如果真的如双木家分析的话，可能是1400分哦。哇，也是跟这个1430其实是几乎是一样的了。所以刚刚 QQ 老师有说，是因为己方是红心看起来没有很好的配合，然后力量不够，又没有银盾来源，这时候改巫王算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选择。所以刚才另外一桌的南北家是理事长跟雷继言选手的搭档。哦，抱歉，南方是反正就是这一桌，这个类跟他的北家，我被弹出去，被弹出去，可能要付出比较惨痛一点的代价。可能是有什么，可能是 key 错，或者是过程上有什么错，他可能会先关掉，然后再重新输入。我们可以等一下静待一下结果。他有重新开了起来。那我们回到这牌，看起来是还是这个合约。那尤其红心总不通，其他旁门又都必须给敌方上手，所以这个3-5网是比较没有获取银盾来源的能力，尤其又在敌方开叫1-5网之后。就目前的情况，还是不管怎么输，可能就会付出比较惨痛的代价。对，因为现在还是孟家分析告诉我们，还是可能会输到5到5盾的一个状况。
那通常赌背当4以上就会是已经当3到当4是一件很痛的事情。通常负800就不太可能会赢任何的东西了，就除非敌方交到你的队友交到满贯然后成约，但通常负800已经不是什么好成绩。尤其1100就更不用说，那何况是当5个，那会是非常大的一副牌哦。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桌的另外一个教牌，西家开1方块，北家凭借他的黑桃的强度盖叫1黑桃。那通常我们盖叫1高花会有5张哦，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所有的这个制度上的东西去做涵盖，所以它以这黑桃强度又有牌型，去很合理的盖叫1黑桃。那南家有 A King King 这种尖点又5张高花黑桃的配合，很合理的交到4黑桃。那我们也看到这牌方块 A King Button 可以敲光王之后射红心，但是如果这个西家转梅花会掉3副梅花。所以看起来会至少掉3副梅花跟1个红心，4黑桃可能没有办法完成。另外一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暂时这个26排就先跳过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记录员在对，我们记录员看一下。好，我们在等待最后的结果出来，但有当6个，当6了，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数，就17个是，我们前面都没有这么大的比数。对，目前出现了 INP 最大的对，非常巨大的一个对。所以比分来到了很戏剧性的58比50。所以就像老师讲啊，3MT 这个喊法再加上赌背之后，确实是放大了这个，对，它是算是一个杀伤力蛮严重的一个失误。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桥牌前面看起来好像已经好像48个、47个，对，但后面竟然分数只缩小到8分，所以这个对东吴黑刚才的那一把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没错，如果这个他跟另外一桌一样放打3红心的话，可能只会当1，所以是200跟1700的差别。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数啊，1700跟前面的这种出现，这样加起来可能500-600分的差别，对，可能只有11跟17。所以这是经过 INP 系统之后的，对，它不会让你说一排输了很多就 INP 拉得非常的大，对，这是桥牌上的设计，它不会让你说一排很就追不回来这样子。好，我们剩下2排只剩下8分的分差，看一下最后鹿死谁手。好的。非常精彩，现在的 INP 只有50比58了，又拉回到还有悬念的状况。对，竟然还有悬念的状况，就是跟人生一样永不放弃啊！东黑后面拉了一波尾盘哦，看他们可不可以持续保持住。对他们先13，然后再拿个13，靠着一个积极的满贯，然后10倍 A 样的情况下追回了26，然后最后再一个神来一笔的刀。迫使敌方可能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追回了17个 INP， 非常的巨大的分数的比数。看起来两边的叫牌过程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北家盖叫1黑桃，南家叫至4黑桃，都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合约也是很合理。这牌打完，这牌的合约是一样的，都是4黑桃北家组装。那两边东家都是手工单张，希望能够找到王吃。看看是不是单张都会先打，应该一定都会先打方块石哈。对，因为它是单张，那我们对抗王牌合约，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找到王吃，所以手工单张，如果同伴有 A 的话，就可以直接很轻易的 A 吃，然后再打回来给王吃，这样就可以吃到2副牌。那如果我们没有第一时间攻出来，敌方可能就把王敲光了，我们就没有王牌可以王吃。就这是我们为什么手工单张是优先度几乎是最高的，它比这个连号大牌还要优先度高。因为连号大牌可能打出去，我们就把桥引给弄断了。对，就是同伴可能没有办法再上手让我王吃，所以这个手工单张优先度都是最高的。
那现在，果不其然，方块被王吃了。对，这里被2黑桃的王吃给吃掉。然后打一下爱心吗？还是？看起来应该是会打红心 Q。打红心嘛，消耗一下红心的牌组。对，应该是连号牌，然后桌上又是 King，应该是可能会回攻的。他可能是刚刚的方块，他看同伴有没有跟出花选，先跟4。同伴有跟出最小的方块，那他们如果同伴之间有共识、有约定的话，就应该知道这是花选，要同伴转攻梅花。所以他们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很放心的去回攻梅花。所以出牌的里面都暗藏玄机，没有错。要不然如果没有同伴的指引的话，你的 King 勾小是可能不会这么轻易去回的，因为庄家可能有 AQ 小，那你就吃亏了。所以给予同伴指引也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另外一边进展到现在的局势，看起来梅花要再丢2副。差不多。现在2桌的节奏几乎是同步了，对，几乎是同步了。他应该是点错了，他应该不会用这个 King 去吃9。他应该是用 check 就可以吃起来，对，就可以吃9。对，他应该是转播员可能是点错了，要不然他 King 吃这个 Q 就打了嘛，他应该是点错了。不过两边的4黑桃看起来都没有办法完成，这副牌可能会是一个push或小比分差。对，好，最后是小分差当这边是当兔，看一下另外一边的发展。另外一边看起来还要掉2个梅花跟1个红心，那可能会应该是一个 push， 一个 push 哈。哇，所以要看最后一副牌能不能有让这个结果有所反转。不过这个东武黑都已经力挽狂澜，前面的几乎要是50比0的情况下，可以把分差拉到8分，非常的了不起。在牌桌上心态也很容易崩掉，就是自己会知道整副牌长得怎么样，然后这个结果究竟好不好，自己其实心里都有数。那这时候要沉住气，要相信队友也可能会有好表现，要把握接下来每一副牌意，所以也很重要。真的很要相信，对，很相信另外一相信自己跟相信队友。如果在牌桌上已经心态崩了，觉得输都输了，无所谓了，输多输少都没关系，那这就没有办法把握接下来的机会。所以最后是一个 push， 对，没错，跟老师预估的一样。好，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副牌，看起来最关键的，看起来也有一些牌型上的第28副奇特。好，来，它有55，西家有55的牌型，然后又有不少的点力，16个点，应该是开交1红心。所以如果东西家在红心、梅花跟方块这3个花色里面，他们应该是开交1红心之后就已经找到了红心配合的这个共识，这样对，因为开交1红心已经有5张以上红心，那东家已经知道，有8张以上的红心，那看起来应该是一定会交到一局。在红心有配合的情况，刚好配合情况又有这么坚强的引灯来源。看一下另外一桌位是不是也是这样发展？对，他知道了红心配合，先介绍完自己的梅花之后，直接跳交到红心1局。那看起来最后一排结果可能也会一样哦，应该也会一样，几率蛮高的，最后以4红心成局。对，那这牌也没有满贯，看起来这个4红心也可以完成合约。手工自己的长门也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但如果两边都是走4红心，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成合约的状况，那么以目前的积分上来说，就是 BTU 老中青。对，如果最后一排也是一样的情况，不去激进一点，想拼多一点分数回来的话，不会。对，如果就是以平常的情况来看，可能会都是以4红心打到。那这个4红心看起来也对，没有什么危险。这个在手工黑桃的情况下，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再次强调自己的梅花。对，再把资讯。以现在的分配来看，这4红星不会有什么样的危险。但如果把牌换一下的话，是有一点点机会会打错。比如说他手工方块好了，这个10倍 A 跟10倍 Queen 这样长，如果他赢小黑桃，那这个人就是必须要抉择，说 A 跟 Queen 要怎么长。如果 A 在这里，我们就要上 King， 对，如果打错了就会掉2个黑桃跟1个方块。那同时王牌如果这个红心 King 长在这里的话，可能会再掉一副。所以现在局势的长的样子长的牌的样子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把牌换一下，然后防御也比如说达到最合理的、最完美的一个状态的话，是会让合约出现一些小变数的。但现在最后一排看起来是没有。所以牌手在处理每一排其实都很小心。有时候尽管看起来是很铁的牌，可以完成合约牌，我们都会小心每一个小细节。对，从他们现在叫牌情况就看得出来。对。还是不断的利用叫牌的回合，才一直在确保资讯。对，因为他看到手上几乎有6个梅花银灯，那如果同伴也有能力，因为现在看起来他同伴也有点兴趣。难道会跟刚才他那一说？应该不太会。不会，他们缺了2个 A 跟王牌 King， 应该是不会交到更高的合约。好，另外一边果不其然就是打一个4红星，刚好成约。好，那就等我们现在主桌不一样的情况出现了耶。他决定佛诺问 A， 觉得同伴2盖1，然后又有王牌配合的情况下，又强调自己的梅花，他觉得自己拿16个点，然后有一些牌型，在同伴不停的没有直接以4红星数叫的情况下，他觉得有满贯机会。那这5梅花是1或4，就是1张 key 卡或是4张，那他是只有1张梅花 A， 所以诚实的回答。那7家就知道啦，自己也只有1张 key 卡，那外面至少有3个 key 卡，对，那他就知道他一定会以5红星立刻数交掉。不过5线其实有一些危险了。就是我之前也有说过，就是因为我们满贯才有满贯奖分，所以当我们尽可能没有满贯的时候，会尽可能以比较低线的合约，对，压到4线，因为5线我们要吃到11副牌，那这可能就有一点风险了。然后另外一边其实也是只有吃到10副牌，看这一桌能不能以5红星顺利的安全下庄。西家这时候在想，可能是4张吗？因为我们是1或4嘛，对，同伴以这个2梅花，然后再3梅花、4梅花，可能会是4张吗？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4张，同伴是不会 pass 你的5红星的。怎么可能？你可以 4 no 问 A， 然后我4张 key 卡，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满贯，是没有这个 case 的。所以我猜想西家应该是会5红星触角。那同时他也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要把这个去了3个 key 卡的5红星要带走。最后的一副牌，对，最后一副牌，那最后的一叫，两边的合约却不一样，多了1线。另外一边有更正，是4红星超1。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牌号码是这个单 10会掉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小 Q 飞过之后用98去逮捕这个红心 King。刚刚另外一边有更正是打到超1。所以如果这边也是5红星刚好 make 的话，也就是没有差别，就没有差，就是一个 push， 就是一个 push。那以总分来积分来讲，那就是在我们的 round 6打完，这2队的较量就会有 BTU 老中青，就是8分也是小赢，对，小赢，小小的赢，小赢动物黑，但动物黑在后半段展出的韧性也是让大家眼睛一亮，对，非常的精彩。当然，我们还要看他这个看一下最后一叫，对。不过东家是蛮积极的自己有6张 A King Queen 6张的银灯，先2盖1之后，还只有停在2红星，然后去不断的介绍自己的梅花。其实他除了红星 Fit 也只有梅花 A King Queen 6张，也没有再多了。所以另外一边也是还蛮合理一个叫牌。另外一边就是一样的牌，它是2梅花2盖1之后直跳4红星，去介绍自己的红星跟梅花。那我自己跟同伴的约定如果是这样一样的教序我叫梅花之后直跳4红星，是代表我的力量集中在这2门，而不太像是有这样子的牌，就是每个人约定不一样。那他们的约定看起来就像是我是刚好1局的力量，然后有红星配合，就每个人约定都不同，然后所叫出的资讯都不同。
那看起来交到合约也是会一样的。好，那我们看一下，那西家果不其然就选择了5红星树教。那同时他自己应该心里也知道说，现在缺了 AA King， 好要想办法，只能调2副牌。那就看待会在出牌顺序上有没有是有可以完成合约的。对，他也有打解释说 one or 4 key cards。这个是选手要跟对计分员去讲，敌方可以询问。对。那手影一样是黑桃，就是手影自己比较长门的部分，因为也没有想要找到网池，手工长可能敌方就会比较短，那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手影，所以也没有黑桃打错的问题。一个最在双木家防御最凶猛的情况是手工方块到 A， 然后引小黑桃让庄家头痛，当然这是上帝视角。这是最让庄家头痛的防御，但这个外面看不到牌的资讯下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这里矿宝山选手打出了对自己有 King 4张的红心，希望能够找到方块的赢盾来源。不过他应该自己也清楚，敌方在这么来势汹汹到无限的情况下，应该是其他力量都在庄家手中。那他也是看一下信号，方块不欢迎，那继续试探黑桃的机会，那也没用。那接下来只能希望是庄家在王牌处理上是不是会有失误了。花过巧打红心，接下来就剩处理红心的问题。对。那这牌刚好红心 10 会掉下来哦，那他就可以以98去逮捕南家的这个 King 4张的红心。那还好，这个东家有这个方块10，你可以安全的下桥。如果没有这张方块10，可能变数就比较多了。好，那也是顺利的飞过。那这牌看起来也会是 push。好，这牌东西家比较冒险的叫到需要5红星，需要吃到11副牌，但还是安全的下庄，最后是平牌。平牌，所以这样子，我们的第28副打完是 push 的结果，最后的 IMP 总分是58-50。我们恭喜 BTU 老中青哦，这个在后半段虽然被东吴黑急起直追，有点紧张，但还是守住了前期的优势。那获得了这次对战的优势积分，然后我们请 QQ 老师快速讲评一下这2队，我们看到这一圈14副牌，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几个点。哇，真的是太多了！我们在这个14副牌竟然打出了108个不同的胜负啊！对，这边可能哇，跟有些牌是有些叫到 game， 另外一边没有叫到，那有些是可能叫到一个有些严重的失误，或者是叫到一个积极的满贯啊，所以后半边是这个东吴黑把握了这个敌方的失误，以及自己叫到一个积极满贯去急起直追。好，那前面可能就是靠着7方块可能也是算是一个失误，然后前面也有前面也有一排误会，这个4枚花应该是不是自然的叫品，所以两方都有一些失误，然后加上一些精彩表现的情况下，也达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分差。真的是一个大比分的感觉哦，有点像我们看篮球比赛，这个得分战都飙到了130、140的这种状况。好，那我们的主桌休息一下，那我们也谢谢 QQ 老师精彩的讲评。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待会在表定的下午3点钟就会来进行我们2天超级大专杯全国巧艺大赛的最后一轮 Round 7的最终比赛。那打完最后一圈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颁奖典礼，也请您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转播频道，待会见。
下一场结束到颁奖中间大概20几分钟。还有怎么办？他会在台上。啊？对。在台上。对。他要有线留到台上。我不是叫你留线到前面到哪里？是拉不到台上吧？这么线顶多都在台下而已，看起来不长。看，儿童台上拍啊，台下拍他，站高一点就好了。拉这个角度，我说拉差不多那么高这样拍。哎，那你会主编啊？
一下电池啊。来到下午的3点钟，我们在政治大学的四维堂持续进行第2届超级大专杯全国桥艺大赛啊。今天已经经过上午跟下午的几轮猛攻之后呢，我们的赛程也进入尾声了。但今天的转播过程也是跟大家一起见证了蛮多精彩的瞬间哦。好，下午场次依旧是由我董敬桥搭档我们的杨兴龙教练来为大家带来讲评。杨老师刚才在会场这样观察，然后用完午餐，下午的场次回来，然后刚才我们跟 QQ 老师转播的那一场，老师其实也在旁边看一个大比分的一个分差。那在我们现在8队里面的状况哈，现在 BTU 的老中青的队伍已经可以说是独走了啦，已经拉开蛮安全的一个状况了。他领先了将近20分，对，这等于是每一队他在一场里面能够得分的极限，是，所以说他其实已经几乎是提前夺冠。对，但是我们的第2名、第3名乃至第4、第5啊，其实现在的分差都还很接近哦，都有可能在我们现在即将要进行的这个 Round 7第7轮比完之后，还会有一个洗牌，对不对？当然有可能，对，因为这个其实在这种循环赛类的比赛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呢，你名次的上升与否，其实也会跟其他相关场有关。对，因为你改变不了其他场次的结果。是对，比如你跟你这场对手打个平手，结果呢，其他的队伍呢一个爆冲，他一举越过第4名，一举越过2、3名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待会要来进行的是 BTU 好奇对这个中兴法的队伍。好 ，BTU 好奇的选手，我们昨天也有转播到，包含他们这一次有6位选手来报名，然后有老师提到的这个夫妻档，就是目前我们在这个荧幕上还没出来。好，
好，我们的 B2 好奇这一次在桌上的牌手，南北家是郭腾凯搭档李永平，中心法这边是罗武湖跟徐景台。好，我们这个罗武湖跟徐景台2位巧手，他们是资深的巧友。是。好，那这个郭腾凯跟李永平呢，算是中生代的好手。他们也是这个本届我们台湾的代表队，即将于8月的下旬启程去丹麦参加世界杯。是。啊，杨老师到时候也会一起去丹麦嘛？对，这次我是这个公开组代表队的随队教练。那这一次我们丹麦的成员们，大家在出发前，透过像大专杯这样子的赛事，是作为一个最后的怎么样的一个调整阶段呢？其实这最后就等于一个最后的一个操兵阶段了啦。但其实平常我们这支代表队呢是很认真，一直在训练。那他们其实每位都有工作，是，那就是利用晚上在进行这个网络的练习。他们很辛苦的，是，他们就会下班之后，大家在晚上最常见约一个时间， 8点半到9点上网练习。那这一支代表队呢，他呢其实在训练上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这支队伍他的练习对手95%以上都是国外的代表队。跟国外的代表队。对，这一点其实不是很容易做到。对，因为我们一般的队伍呢，他在练习的时候比较容易找认识的人。是。那台湾的队伍很容易就是找到自己认识的。对，因为台湾的队时差沟通的问题。对，你也不见得认识外国代表队。是。但是这支队伍呢，我也特别讲一下。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到那位苏浩怡小姐，好奇。对，好奇。她因为现在呢职业脚手的缘故，她游走于世界各地的比赛。那么他也认识了非常多的外国巧手，那透过他跟他先生的缘故呢，其实我们就有机会约到非常多外国的选手。哇，所以也是好奇与狗的组合不止自己在外征战，也透过这样子在外面打桥牌的缘分，来帮助我们中华代表队在平常练习的时候有更多的资源。对的，他这样子的练习机会，其实我在这20-30年来是几乎从没看到。是因为你要能够约到这么多的外国代表队来练习，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对方的总教练也是要跟他们先沟通过这个其实通常他有一个联系窗口。是。那对方我相信也是会愿意跟不同的队伍做练习。哇，说台湾来的球友好打看。对，尤其是切磋一下。台湾其实在亚太区的话，还是算相对前段班的队伍。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对练也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对，是的。我看过他们还甚至曾经跟孟加拉的队伍练习过。是。这一桌我看一下是这一桌。好，已经开始进入了第一排。好，第一排呢，这个叫牌过程我们来看一下东家呢，它有16点，很好的一手牌，它开叫1方块。南家这个赌背就是我们前面一定多次曾经出现过的，他在位阶很低的时候赌背，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敌方的合约无法做成，是他是在请同伴叫牌。那你说他自己有这么多梅花，为什么他还要请同伴叫牌？这在叫牌制度跟技术上是一种特殊的约定。他先赌背，接着他再把他的牌叫出来，这样子显示了一个非常高的强度，比他直接叫出2梅花要强很多。那么西家我们来看这手西家牌它才1个点，牌型很好，但是它的点数很少。那它为什么叫3方块？这个3方块就跟我们昨天谈到的弱牌抢先叫是差不多的，它这是一个弱牌的一个阻塞性的叫牌。然后呢，所以这个阻塞性叫牌有没有起作用？有，它成功的让南家呢第2圈就必须在没有任何线索的前提下，直接在4线上叫牌，是一举剥夺了三个位阶的叫牌空间。那我们来看看这个4梅花目前的合约展望如何。好，这个4梅花呢，目前看到这个南家呢，他在没有资讯的情况下叫牌，
那北家虽然力量不强，但是南家有点，他运气不错，对他买到铜板有是3张王牌，对，没错，铜板唯一拥有的就是他最需要的，是，对，所以说其实呢，他要完成这个合约，其实就是机会是很高的，对。像我们看到牌面上给的双梦加风息都是可以在稳定完成合约情况下，甚至都还可以再超赚一等，因为他已经建立了红心，这个红心顶出了东家的 K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南家再打一张红心，孟家除了9、8号、7号都大了，是他多大的这2个红心银灯就补足了合约的所需。像这种有抢先叫，然后呢有强牌有强有弱这种牌，非常容易产生胜负差距。我们来看看另一桌，一定正在进行这副牌。另一桌是叫出了3方块。好，那我们来看另一桌呢，就是南家呢，他另一桌的南家他没有赌背，他选择呢这个直接盖叫2枚花，然后之后他的竞争看起来比较激烈了，但是最后呢，他稳健的让对方停在3方块。那趁他们选手正在思考的过程呢，我也抽空介绍一下另一桌的选手。这个西家与东家就是我们昨天介绍过，对，好奇与狗2位夫妻档，对，这个我一直介绍很多次，大家很熟悉了。那这南北家其实也是大有来头。南家这个 RY King， 他是金融勇董事长，对，金融勇，他是我们那个国际侨谊基金会的董事长，是。好，那北家陈光先生，他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侨谊协会的理事长，是。所以中兴法这支队伍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大前辈哦。是的，那他们刚刚第一副打完了，最后的结果呢是东家主打了3方块，不足一凳，所以南北方他们就中兴法得到了50分。那我们回来看看主桌上，主桌也打完了，对，主桌打完的结果呢，南家的4枚花超打一凳，是对，所以说这边呢，这个 BTU 好奇这一队，他打4枚花得到了150分，150，对，所以高于另一桌队友损失了50分，所以呢，还是得到了3分，就是由我们的好奇在第一副牌2桌总和之下，这个先取得点，对。好，我们接着看第2副。第2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跟第一副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非常有趣，就是北家的牌很差，但是南家拿了一手很好的牌。我们来看这手南家的牌，南家呢有 AKQ 9点，AKK 是10点，南家有一手19点的牌，而且呢，它整体的牌的价值大约有到了20点，是牌力相当的强，牌力相当的强，对。由我们的李永平选手可以来操作这一个，当然也要看他喊怎么喊。在牌力很强的情况下，他的叫牌是第一个叫品是喊出了1枚花，对，1枚花，我们通常如果牌力比较强的情况下，都会尽量以争取当庄为主嘛。对，主持人有概念，没错。桥牌在统计上常常会觉得倾向想办法设法要让强牌的当庄。他有个很简单的想法，因为孟家的牌要摊在桌上，对，你摊比较烂的牌给人家看，强牌隐藏在手上，宝贵的资讯不要让人家发现。是，所以我们很多叫牌制度在设计上都会倾向想办法把庄位转到开叫人的手上。转到强牌人的手上，对，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合约它的成败会跟谁当庄有关系。所以这一局的状况来看，南北家就确实北方偏弱他在叫牌上就会对这一把他牌也是很弱。对，那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他们的叫品。南家开叫1枚花蛮正常的。对，北家打叫这1方块，它有示警，只是他没有解释。那我手边现在是没有看到他们制度卡，但是我研判这很有可能他们是也许他们打转换打叫，这个1方块代表的是它有红心的张数 ，OK， 就是跟方块反而是没有关系。好，然后呢，西家支持，然后这时候东家盖叫一个1黑桃，对，然后南家赌背，
那赌背之后，西家呢就加一个2黑桃，这个会让南北方叫牌变得比较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北家是很弱的牌，当然继续 pass 回来之后呢，南家呢叫一个3黑桃，这就是我们前面曾经提过的 Q 比扣叫，我不可能要打3黑桃的，是因为黑桃是敌方的牌，对，所以这就是 B 同伴一定要叫。那北家当然只能再叫他最多的红心，他也没什么办法。好，最后结束。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这个双方都有叫牌的过程中，我们就说他是有在竞争的。对，竞叫的技术好，有的时候就是他可以让敌方失准。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排呢，南家牌很强，但北家牌很弱。对，最后在东西方的干扰之下，南北方交到了一个力量不足的程序。而且他力量不足，因为他是19对4，23点其实力量是不足。然后呢，王牌也不够，他们的王牌只有7张，所以这个合约基本上是不太容易做成的。那如果东西方没有加入竞争，南北方在充分交换讯息之后，可能就可以停在比较安全的合约。而且北家当庄之后，南家这么强的牌变成了孟家，摊出来另外2家，哇，牌挺好的，对，也不是很有利。而且这把牌屋漏偏逢连夜雨，已经叫到了不足的王牌。我们来看西家还拿5张王，东西方防御方总共有6张王牌，6张一般的分布最常见是4张2张，5张1张是豁然率比较低的分布。对，所以这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所以有时候即便手牌非常的强劲，但是因为在叫牌的过程中叫品啊，大家互相的干扰跟影响可能就一手好牌，结果成立了一个不理想的合约，会失准嘛？会失准。就好像我们说打篮球嘛，你一个射手没有人防守你投球，跟有人在你面前挥手，甚至跳起来要挡你的命中率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合约大概不太会成啊。我们来看看另一桌。我们发现无独有偶，另一桌也是叫到4红心。那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过程。另一桌的东家是有开叫的，他就一开始叫了开了一个弱牌抢先叫，后面就全部都很被动了。对，但是他这个弱牌抢先叫也是提前发挥了功能，所以他也是使得南家在出来叫牌的时候空间没有那么足够。那因为南家自己拿着一手大强牌，所以他先破半赌背。那这里跟这个主持人还有些桥友稍微解释一下，他这个北家这个2NT，他这个2NT并不是他真的想要打5王合约，他其实这个2NT在叫牌上代表的是他很可能他牌不是很好。2NT 南家叫3梅花之后，北家叫3红心，它代表的就是说我真的有红心没错，但我牌不好。如果我牌好，我不会叫2NT，我会直接叫。这就是制度上的一个区别。但是因为南家的牌非常好，所以还是呢高歌猛进。对，最后就是还是把同伴推到了这个其实成为庄的路上。对，哇，所以两边误打误撞，竟然形成了一样的合约，对，一样的不佳结果。是，所以说现在这一排就是在比谁的损失少。现在真的是两桌都是遇到相同的灾难，对，那就少输为赢了。那就在另外一桌这边的主桌是陈光先生搭档金荣勇，对，董事长。其实金荣勇董事长他其实跟我还渊源蛮深的。怎么说？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对，其实他也是政大的老师，是我本身也念政大。OK， 对，那这个金董事长呢，他在我们当青年队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也是非常照顾有加，出钱出力。所以哇，那我们杨教练那时候都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受到了金董的照顾，然后即便到现在，他都还活跃在牌桌上面。其实当时我们这么讲，当时他是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牌就比较少打。对，那他是退休之后，对他退休。其实金董很厉害的，他退休之后呢，就他事业还有第二春的，是。对，然后他在2度退休之后，他就真的就投入桥牌了。那他不止打牌，
他还担任我们基金会的董事长，所以其实我们金董他不是只是喜欢打牌，有的人他只是打牌，对，但金董他是打牌，他也投入这个对交易的贡献，是的，非常的值得敬佩。好，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四红星倒一凳，倒100分，这其实已经算不错了，因为不可能完成的，是，他已经是最少损失了。OK， 来，我们看，果然，我们看到记录上，其实呢，四红星倒一凳，却反而赢了300分，赢了100分，得到3个 IMP， 因为另一桌呢，四红星是倒2的，就是在我们的主桌上其实是倒2的，多倒一凳哦。对，多倒一凳。哦，所以不好的合约，但是你努力减少损失，其实你反而还是会赢的。我们其实桥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啦，你不管你眼前看到的局势多么糟糕，你就是想办法尽力。好，继续换到第3副牌，我们来跟观众姐看一下这边的叫牌环节哦。好，风水轮流转，第3排的好牌拿到了东西方手上。我做个预测，这一排有一定几率会产生大输赢。机会来了，因为不是完全是因为牌大的关系，是因为这把牌看东西两家的牌，他们有10张黑桃，10张黑桃是个100分的牌，对，已经是100分了哈。然后呢，他们在主打黑桃合约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看，黑桃是不会丢的，因为很多大牌，梅花丢一吨，地方 A 和 K， 但它只有1张梅花，方块有 A、K、Q 这些不会丢。红心呢有 A 有 Q， 可是这个南家的 K 刚好被这个红心 AQ 夹击，所以说东西方它在红心上也不会输吨，因此这把牌东西方它可以完成一个黑桃小满贯，哇，它可以完成一个黑桃的 small slam， 是像这种有满贯牌力又强的牌，它就常常产生输赢，因为如果一桌叫一桌没有叫，它就产生一个满贯奖分的差异，甚至有的时候有人还会把小满贯高叫到大满贯，那会输得更多。尤其是第一轮叫品，你看西马上先表态1黑桃之后，东马上用成立合约的4黑桃来回应，就代表说这是铁的，那其实铁花色。我们这个北家呢，其实也是非常积极。他在1黑桃之后，马上就叫了这个弱抢先，看他只有3点牌6张梅花，他就去弱抢先。那因为他如果叫2梅花是比较正常的叫牌，不该牌力这么少，所以他就是弱牌抢先叫。但是呢，这个目前显然没有关注东西方。那东家4黑桃之后，西家呢叫4NT，这4NT昨天我记得我转播的时候出现过一次，他不是想打5王合约，他是在询问同伴的关键张，就是4张 A 跟王牌 K 这5张中你有多少张。好，东家叫5梅花，代表的是他有1张或4张，1张或4张。那西家一定能判断出东家是1张，因为西家自己牌很好，他拿很多张。那南家这个赌背代表什么？他这个其实东家的5梅花只是表达关键张的数量，他不可能打5梅花的。但是呢，南家这个赌背，它代表的就是告诉同伴，梅花上我是有大牌的，防守的时候你放心攻过来没关系。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常常以为说，牌弱的那方他叫牌就是我就睡觉好了，等到我再叫我，不是这样的。你随时找机会，有没有机会表达一点资讯？像南家就把握住了东家叫5梅花的这个机会，他把自己梅花大牌的资讯表达出来了。现在北家手攻就必然会手攻梅花，但如果没有南家这个赌背的时候，北家不见得敢攻梅花的。好，最后的成立条件是6黑桃一个小满贯。对，那这个6黑桃呢，正常是会完成的啦。是因为真的是牌型很强。对，而且这个其实我刚刚讲的快，我有发现他的6黑桃成约还不需要靠偷中红心 K。为什么呢？他这个4张方块打 AK， 再打第3个方块，可以把东家的红心垫掉1张，垫掉1张红心之后，这边打红心 A，2张红心就可以拿东边的王牌王吃，所以这个6黑桃是一个100%成功的合约。是100%就是说，一般他就算没看到房价的分配，看起来都是有100%成功。好，那他们已经叫到6黑桃成约，所以也就是这一桌的东西方是中心法嘛？对，中心法，他已经尽力得到了他最佳的分数，至少他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来看另一桌必须也要叫到，另一桌也叫到他更快，他完成了，是1430，所以高手过招了哈。
这个大牌没有产生胜负，因为两桌都有了都完成了，都完成了最佳的小满贯的演出。对，哦，我们先来看这一桌好了，这个等一下马上结果就出来，那不会垮的。对。我发现这一局里面的北家牌是比较可怜的，你看北家已经连拿3个弱牌了，那牌也很烂，是。然后这一把又是跟第一、第二手有点像，南家又是一手强牌，但是北家的牌很弱。哎，好了，又有桥牌教室可以讲课了。西家开交一黑桃，他建议黑桃当王牌。东家这3方块，我们看到他这几次叫 Bergen。Bergen 呢是这个桥牌约定，我们把它叫特殊约定，它是这个特殊约定的名称叫 Bergen。然后呢，它代表的是它的同伴的黑桃，它有至少4张配合，那它有5张当然更好。然后呢，它的大牌力量是6到9点。好，这个特约的名称全名叫 Bergen Race。Bergen 是 Bergen 风格的支持叫 Bergen Race。是。那为什么叫 Bergen？ 你猜猜看好了。就是这个提出这个人，对对对，你看有概念。差不多，发明这个特约的人，他叫 Bergen， 叫 Bergen， 他好像叫 Marty Bergen。所以中文我们如果写成中文，常常叫他伯根。那我们提出这个伯根的条件的时候，就是前面跟后面这两个条件同时拥有，缺一不可这样。对，那这个 Bergen 其实是一套约定啊，它就是说在黑桃都有支持，有至少4张支持的时候，多少力量它会叫3方块，多少力量它会叫3梅花。是。事实上，它这个呢，你可以说它比较简略一点啦。其实严格来说，它这不是传统 Bergen， 它这是 reverse Bergen。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Bergen， 一开始 Bergen 先生他发明的不是这样用。对。他这个6到9传统一开始 Bergen 他约定是叫3梅花，就是他3梅花是6到9点。是。但是现在很多人他把3梅花跟3方块倒过来用。倒过来用之后，我们常常就把这种特约叫做 reverse， 就是相反的。是。好，所以它其实正规的话，它这应该是 reverse Bergen。好，最后成立合约的条件是4黑桃由西家左庄。好，那就是东家3方块，南家以3红心加入之后，好，然后呢，西家跟东家他们继续叫上了4黑桃。对，南家牌力虽然好，但是也拿他没办法，只能静静的期待。击垮他。好，我们来看看另一桌。哎，你看，真的大家都用差不多的工具，就是其实 Bergen 呢，它在当前世界上，它还算是普遍度很高的一种特约。对。但是这里也闲聊一些特约的发展了。现在很多人用这个 Bergen。但是呢，这个 Bergen 当初他发表出来的时候，一开始是引起很多人强烈的抨击。因为这个 Bergen 它是属于比较革命性的一种变化，它打破了以前传统打桥牌的时候，就是牌好叫得多，牌差叫得少。它打破这个基本的逻辑，它反而变成牌差叫得多，然后牌好。他有别的方法，是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邪端一说啊，这个各种批评甚嚣尘上。但是时间证明了，其实他这个理论呢是有它的价值在。对，所以现在 Bergen 已经成为一个使用度很高的一个特约。那你看这一桌也是这样4黑桃。但是这个时候南家他面临最后的抉择。对，南家不可能叫5红心。但是南家呢，他其实是，也许他在考虑要不要来一个加倍，因为他牌很好，你看他如果我们先不讨论地方可能的牌型，他看起来如果他能赢到红心 AK 梅花 A， 这样就3等了，他还有个方块 K 没用，对，所以说，结果他叫5红心，不过这5红心其实实话说，我不是因为看到牌啦，他客观上这5红心太冒险了。偏冒险，对，偏冒险，因为他并没有太特殊的牌型，但是还好了，他运气不错。他同伴在又是一样，他同伴在没什么好牌过程中，偏偏给了他一个他很需要的。是，其实他同伴很给力哦，他同伴给了他2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他同伴给了他3张王牌配合。第二个，他同伴在黑桃上长了一个单张，
这使得南家这2张黑桃只会被吃1个黑桃。那真的不错，因为刚才在校评的过程中，北家是3轮都是 pass 的，所以理论上来讲，他没有试出任何的牌型上面的资讯。对，他牌可以更烂。对，他下牌是很烂，只是他是烂牌中间对南家帮助很大，因为他有王牌，还有地方牌，所以就真的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也不能这样说啦。这样讲有点不太顺从他们，应该这么说，他的风格很积极，那他在这把有运气 ，OK， 刚好碰到了。对对对，他也有可能会遇到灾难，是对。可是你积极的选手，你只要你积极多了，你只要风格一致，你也不会每次都倒霉。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讲风格要一致，如果长期，那你如果说总是变来变去，是，那你就可能你每次都错。好，赢要冲，输要缩。好，我们再就是那个赌神2。不过事实上，这个5红星是无法完成的啦。我们来看哦，他已经运气不错了，同伴帮他用短黑桃解决了1个黑桃失灯，但是他至少还要丢2个方块，2个梅花。哦，因为你看梅花 A 吃掉，这两边的2张梅花都是小的。对。然后方块虽然有 K， 但是这个 K 处于 C 加 A 方块 AQ 的夹击之下。对。哦，所以他应该是必然会丢至少2凳梅花，2凳方块。它应该是一个5红星加被倒2的结局，被倒2啊，然后我们还要赌背哦。对对对，那东西方它可以得到这个500分，可是东西方得500分不代表他一定赢哦，因为东西方本来自己的4黑桃合约如果能做成，赚啊，他可以得到620分。是啊，所以南北方如果用负500分就买单了，他其实就在桥牌上它形成一种所谓成功的牺牲，是英文叫 sacrifice。对，就是说他去抢这个，我有抢过来，然后呢损失，但是我的损失低于你自己可以得到的，没错，这样就是成功的牺牲。牺牲打哈，我们是这个成功的一个牺牲打。对，你可以说牺牲打，但是桥牌这种牺牲打的成功前提是敌方真的要620。对，有的时候会有错误的牺牲，要真的拿得下啦。有的时候就是我错误牺牲，我付出了成本，结果敌方根本无法完成，是，那你就是大损失。所以里面真的有时候很多这个预判跟我预判了你的预判的这种猜测跟评估。哦，我刚刚数错了，他是倒3哦，不对，我刚刚讲错了，他打的是5红星哦，5红星掉5灯是倒3。4红星才是倒2，是那800分就是过头的牺牲了啊，有点痛了。因为对手的4黑桃是只会有620，我们看这个记录，果然嘛，对手4黑桃成约的620，那这时候呢，他的5红星倒3，800分，所以这个抢约抢失败了，失败了，而且我们这样想，他还是在有运气的前提下，对，都还失败，是，所以整体来说，他刚刚这个5红星太冒进了，其实太冒进了，对。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牌型。哇，感觉这连续这几副牌型都是可以搞点大事情的感觉。对，没错。这就精彩的了。好，我们来看哦，在开始叫牌之前，我们看东西方有11张红星，这就是120分的配合，比刚才的那个黑桃还要更好了。那南北方有9张黑桃。也有个80-90分，然后而且有牌型。我们来看南家5张黑桃，5张梅花，3张方块，他1张红星都没有。西家呢是6张红星，5张方块，不遑多让，我没有梅花。对，所以说像这种双方都有好配合，两边都有人有好牌型的牌，这种呢就是所谓无法预测的牌。是。就要必须透过校评，然后来看，因为你拿到你自己手牌呈现这个样子，你大概也可以估到另外几家可能的状况。对，可能就是他在桥牌上有一种对称的原理，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拿的牌很怪，对，有极高几率其他3个人中至少有1个人也很怪。是，那很常见的就是你这时候这牌是属于一种类型，它就是2家很怪，2家普通。这把牌就是北家跟东家牌比较普通，对，但是南家跟西家牌是石破天惊。其实西家牌并不强，是他们都不是很强，南家也不是很强。你看大牌点，南家不过11，对，西家不过9，但是他们牌型算进去就不一样了。
他们都是所谓大牌型的牌。所以我们来看到南家2方块，这里跟这个2方块呢，南北家的制度我稍微了解一点这算我现在的队员。很多数我们台湾比较主流，多数的人义乌王如果叫2方块，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昨天出现过是什么5张红心的转换叫，你可能有点印象了，也许没有，但他这个不是，他这个2方块应该是所谓的破叫成局，意思就是说他先用个2方块告诉同伴，我方至少要叫到成局，你千万不要停哦。这就是前面 QQ 老师他常常很快闪过的一个字，叫 game forcing。game forcing， 对，他之前你一直听到他讲 game forcing，game 就是成局，是 forcing 是一定要强迫成局，对，强迫成局，所以他这2方块就是一个强迫成局的信号。那西家把他的红心叫出来，对，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同伴竟然还能够强力支持红心，所以就证明他们2个红心是铁的，对对。当然了，他不见得觉得自己的5红心会成，但是这把东西方又没有身价，他风险低。所以此时是 sacrifice 的好机会 ，OK， 他一定会叫，他就5红心。好，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北家社的时候也有点辛苦了。他在同伴的黑桃上有很好的配合，但是他的牌型呢是他没有短门，而且呢，他这个红心 Q 其实看起来是很不漂亮的，因为这个红心 Q 是敌方牌组的大牌，这个 Q 看起来就是要被歼灭的。所以北家虽然有11点，这个 Q 基本上可以扣掉。所以你看，然后北家即使有4张黑桃好配合，但是他也不敢叫，所以他选择 double。讲到这里呢，可以介绍我们在那个桥牌的理论中有一桥书上曾经介绍过一个原理，它翻成中文就是讲叫做5线的合约是敌方的，他就在告诉我们说，争抢的过程中，你如果没有太特别的原因，你尽量不要去争抢5线。你不要说敌方5线了，我还去跟他去抢，对，因为双方的5线常常都不能完成。所以5线是一个相对来说喊到这个叫品，就期待值来说比较对，它是一个多数牌，它是个死亡线，是对。但是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了，对，牌很特别的时候不一定，所以南家就是。可是问题现在南家比较困扰的是，南家他并不晓得同伴有黑桃配合，所以但是南家呢，他显然知道敌方就是一堆红心。对对，你看我们牌不错，敌方叫这么多，他敌方一堆红心，一定的，因为他自己手上也没有啊。所以南家在想什么呢？南家在考虑他要不要叫6梅花。事实上，这一把牌南北方合约的极限的确就是在5线而已。5线，因为你看，他如果主打一个5黑桃或梅花配合也很好，防御方呢只能够吃到方块 AK。他只能够吃到方块 AK， 其实南北方打这个5梅花是最好。那这个他选择5黑桃，他就是冒险赌一下，是他不想叫到6线，对，他要冒险赌一下。但是，他这同伴真的很好，又被他买到了4张黑桃。可是呢，这把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哦，南北方乍看之下，黑桃合约只有方块2个失凳，可是呢，这个5黑桃是会当的，双梦家大概是会当2个。为什么呢？防御方有一个犀利的防御，西家如果手工方块到东家的 A， 东家打个梅花给西家王吃，西家再打方块到 K， 东家再打梅花给他王吃，这样可以吃到4凳，4凳可以击垮。所以你看哦，要手工方块可以击垮2凳，他现在手工红心 A 之后没有机会了。OK， 因为一手工红心之后，庄家王吃，他马上把防御方的王牌清洗掉。清洗掉王牌之后呢，再吃他的梅花，方块丢2个，送1个给他，送1个给孟家王吃，所以南北方现在可以做成5黑桃。我们来看，现在是可以的，现在你击不垮他了。是，所以唯一的机会是手工就要方块，而且方块过来还要打梅花。所以我们的罗武湖选手他手工一个红心的黑 ace， 其实这样讲好了，他的手工。严格来说无可厚非，他就是 AK 嘛，打一个 A 看看能不能吃得到。对，但是其实在这种高阶竞较，加上他有一个缺门的时候，其实可能这个选择就不那么好了，因为他也许要想办法尝试呢，看看能不能找到同伴的巧引大牌去给他王吃梅花，而且敌方这样大争抢，他红心 A 能吃到的几率其实不是太高的。好，我们来看另一桌好了。另一周最后是以南方的
对，南家的4黑桃成立。我看一下哈，另一桌是，不是？这不是同一副牌。对，不是不同，已经变第6副了。我看一下，现在已经变对第6副。那我们要看第5副。我们来看右下角哈，刚才这个第5副呢，来我们看它最后的，不是，也不是第5副，第5副。我们来看这个第5副。一桌这个我们右下角现在看到的就是刚才这个5黑桃，我们说手工红心之后就会做成了，所以它5黑桃顺利成约。那我们看另一桌的5黑桃赌背倒2，你看同样的5黑桃一桌成约一桌倒2，我们来看看它的过程是不是就是我讲的那个过程？你看啦，手工方块，王池梅花，再攻方块，再攻梅花，这是不是就是我刚刚讲的能击垮它的过程？是对，但是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东家的这个赌背其实有给西家一些线索，而且他其实因为这种过程中，东西方他在叫牌，己方大配合红心，最后又能赌背，他其实呢，他没有解释啦，但我大概知道，他这个赌背其实是在告诉他同伴什么，常常是在告诉他同伴说，要么就是这个合约一定当，要么就是我的银盾不在红心上。你不要想在红心上赢到，所以他就敌方这样子争抢，我红心不可能吃到什么，对我一定是有一些 surprise 的赢盾，所以他的同伴就会知道不要去攻红心，他就去找别的。那当然这把刚好水到渠成，他只有方块可以找。哇，这个真的是，你看这个就出现巨量分数了，一桌得到了650，另一桌加倍击垮得到500分。这就是昨天我们说的超过13个 IMP 的巨量分数，15分的 IMP 哈，在第5局第5副牌出现 BTU 好奇，对啊，这个是，所以我们看这是夫妻档，其实很有默契，真的，对，这就是好奇跟狗这个组合，他成功的用这个赌背，这个赌背有个名堂哦，顺便小拍小教室好了，他这个赌背呢叫做 Lightner Double。Lightner Double， 对，那中文常常把它翻译叫莱纳赌背，又是发明者莱纳，应该是，对对对，而且它还是 Lightner Double 的延伸。Lightner Double 通常运用在那个对满贯的防御，但是后来一直延伸，所以就常常很多把这种异常的赌背，常常都把它叫做 Lightner Double。是。好，我们来看这个这很精彩，这盘很精彩。好，第6副牌最后是3无王。北家当庄。好，这把牌呢，北家有19点，南家有8点，叫到3无王没有问题。那比较不一样的是呢，南北方呢，他们放过了5-3的黑桃配合去选择3无王，他们其实叫到4黑桃也是合理的，对，也能成约，也是 OK。能不能成约我们看一下好了，他3无王绝对没有问题，对，他3无王目前吃掉5个黑桃加3个方块。然后手工已经吃了1顿了，3无王是可以成约的。那我们来看看另一桌好了，另一桌就叫4黑桃。4黑桃是一个比较标准典型的合约。那么不太一样的选择，但最后的结果应该也可以完成，也可以完成。对，你看嘛，他只要正常打他的方块，通常是可以完成。我们常常在双梦家看到。我发现，比如我举个例，就拿这个例子，北家的牌3张会成，3张当，对。但是我们不能直观的说所以说表示它有1半的机会选错，它不是，系统只是把每个都分析出来，但事实上很可能左边那3张是非常荒谬，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对，所以不能够直接用说有几张成几张当来判断这个合约的成败几率，不是这样看。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参考这个绿色的数字啊，红色的大家就作为一个比较的参考就好了。对，就是说，然后呢，我们可以还是要看一下实际的状况。对，它这个双梦家这个典籍呢，其实它只是让我们提前知道一下这副牌可能的最佳结果，但是就算我们前面都有共识，实战不见得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刚刚这一桌3无王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一排会有一个小差分，很小，因为4黑桃成约跟3无王成约，它2个分数稍微不一样，但是是很小的差距。OK， 是那种20-30分的差距。OK， 他们2个都是成局。
可是三无王的成局是3就好，可是分数上奖励是哪一个高一点？奖励是一样，奖励是一样，但是4黑桃它是4，它本身多了一个位阶 ，OK， 多一个位阶，所以它的分数会多一个位阶 ，OK， 再加上黑桃跟五王本身分数又有一点点差异，所以加减减其实4黑桃成约会比较多一点点。但如果你3无王超打1等也吃10等，是你可以比4黑桃成约多10分，是。可是这里有趣了，10分是没有 IMP 的，10分在这个计算上是没有胜负，它会算是平牌，是。所以说有时候要赢多少，在很关键时刻也要脑里也是要精算，要判断，对。好，这里南家前面的2个教品都很反映出自己现在有的牌型。我真的发现这一桌的这一场比赛做南家的是很过瘾的，很过瘾。他目前为止已经拿了7牌了，对，他没有一牌是平平无奇的。他要么力量很强，对，他要么像刚刚牌型很好，他这一把是力量不错，牌型又好，对，都是可以主动来有一些想法的。对对。那我们看这个南北家，他们呢有8张梅花，8张红心，都是可以好的配合。那么现在不管2梅花还是2红心，都是部分合约，所以说其实这2个选择对他们来讲，其实都可以接受。那整体来说，2梅花这个合约呢，是会比2红心要稍微，以要完成来讲的话，是稍微比较容易一点。东家牌其实也不错，但是呢，东家在一开始就接到了一个警讯，他已经发现他自己呢的家底黑桃竟然是左手边的，对，所以他当然知道这个黑桃虽然好，但不能叫了。是左手边摆明跟你讲，他有5张黑桃，不会出来送死了。所以其实呢，这把牌我们会看到，东家有力量，但是他的主要牌组是被敌方卡住了。他们真正的好配合是方块，可是这个方块捏在比较穷的同伴手上，是，所以他找不到这个。他们找不到方块合约。好，那2梅花合约应该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这个标准显然没有问题的。对，那我们来看另一桌，这虽然是小牌，但是都很容易在竞争上出现输赢。哇，另一桌也是2梅花。那我们看看叫牌过程，也是一样，完全一样。对，这英雄所见略同。是南家的那个一开始表态的黑桃之后，就把东家给镇住了，不敢再。然后第2圈选择再叫个梅花。是。那北家呢？他在黑桃跟梅花中做个选择，他当然选择梅花嘛，4比0。好，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第6副牌，它的结果出来了。好，第6副牌呢产生了2个 IMP 的差距，微微的啦。对，微微的。4黑桃最后是多赚1等，3无王是3无王只能加只能够刚好完成19等，然后4黑桃加1等于他吃了11等。对。好，所以说这把牌呢，中心法呢，他们就得到了50分，折合2个 IMP 的差分。小补一点，积少成多了。目前的大局还是发生在第5副牌 ，IMP 15分的那个单局是让 BTU 好奇现在持续在分数的领跑。好，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目前的积分。BTU 好奇他目前的积分是50，他在前一场结束的时候，就这场开始前，对第6轮打，他是56.57，那中心法是57.38，所以这2队他目前的差距呢，其实不到1分，也就是说，他们本身2队对战，谁只要赢了，谁的名次就可以赢过对方。但是不是只赢过对方而已，他们如果想要在名次上更进一步，他必须要再拉高分数，是因为上面还有一个组合，就是辅仁黑的58.57，对东吴黑的65.48，辅仁真跟东吴黑也排名上也都还在蛮前面，抱歉，对，那所以而且呢，这个第2名的东吴黑65.48，它比起这个 BTU 好奇呢，是整整多了大概9分，对，所以说要追过这个9分的差距呢，
就代表呢，这个好奇这一队他自己要赢还不够，他还要大赢，而且他还必须希望呢，这个另一边呢不能够有太奇怪的过程。所以其实这一次从这个队伍的积分来看，也可以发现这一次我们第二届超级大专杯的竞争是蛮激烈的，8支队伍这一次的较量，然后这2天密集的比拼。当然，我们要恭喜这个 BTU 老中青哦，他们是造成了积分上的独走，确实在前面转播到他们的场次，哇，这个该把握住的时候，都还蛮愿意去拼一把的。所以他们提前夺冠了。对，他们已经提前分数上跑出了很安全的距离，所以拿下本届这个第1名没有问题哦。当然，我们的2、3名，甚至后面的名次到现在都还有这个悬念，所以要等我们现在转播的第7轮打完才会知道结果的。在比赛结束之后，也会有这个颁奖典礼哦，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持续锁定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直播，会有一个简单但是不失隆重的颁奖典礼。所以现在其实就是呈现一个2、3、4、5名，他们就是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对，但是东吴黑他因为呢积分有一些优势，是他领先了其他队大概有个8、9分，所以说他当然优势比较大。那也在跟，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讲前段班哦，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后段班，也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次可能没有出现在主桌台，但是也有参赛的队伍。在第6圈打完的分数之后，我们现在在8队里面哦，名次比较后面的是中国工商的这个参赛队伍，然后第7名是 BTU 好友。我们 BTU 这次有老中青已经是第1名了嘛，然后现在好奇正在拼战。他们还有一个 BTU 好友，以及昨天我们张董事长代表参赛的台大智慧啊，这一次的表现也算是比较中间靠后。是的，对。BTU 这个侨社呢，它其实就是台大侨社的简称。那他们早年真的是声势庞大，没错，是拍好几个分队、小分队来。对的。他们其实，而且早年啊，这 BTU 他们这实力强劲，他们甚至有社员，他可以在大学还没有毕业就选上国家代表队，这是非常厉害。那像早年淡江大学，这也是桥牌界里面声势雄厚的一支主力军。是。但这一次的参赛没有看到淡江同学的身影哦，好像至少主杯里面没有了。对，可能他们是打 Swiss 或是一些其他的，是的，在前面有出现。QQ 老师他们打的那个组别一样。好，那刚刚第7排我们来补叙一下结果，2桌都打2枚花，那1桌超打1灯，1桌超打2灯，它产生的就只有20分跟1个 IMP 的差距，不是很大。好，现在我们进入了第8排，你看真的呢，我很好奇的期待北家到底可以拿烂牌拿几分。你看北家又是3个点，它很烂，它牌型又平均，点又少，所以晨光先生这圈很无奈，对，比较不好发挥哈。对，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过我跟你说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在侨社以前教小朋友啊，教新社员的时候，新手很多都喜欢拿这种牌，他喜欢拿牌烂一点，他就一直 pass， 他都不用担心自己犯什么错，因为他等于是把这个决胜权或是干嘛交给牌型大的队友。对啊，他自己不怎么需要交牌。但是当你跨过了新手的这个阶段之后，你开始你就会有期望要掌控的一个动力，当然你就不会再喜欢拿这种烂牌。你好牌有好牌的打法，烂牌有烂牌的打法，对啊，你都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积极性。对，但是呢，好牌打起来当然还是比较过瘾。当然，这个你拳头比人家大，牌力比人家强，你就是对。烂牌只能防守嘛。是。好，所以其实我们发现这一排呢，又是一种类型。这一排其实在2组搭档中，就是形成2强2弱。东家是一手强牌，南家也是一手强牌，北家跟西家都是弱牌，所以这把其实呢，就是东南2家的拉锯。那最后呢，他们照牌的拉锯中是以东家胜，就是略胜，不能说胜啦，就是最后由东家争抢到。对。
东家叫到了3方块的合约。那这边也趁机介绍一下的教牌，东家这教牌呢跟西家呢是有很高的默契的。我们来看哦，刚才这个东家呢，他其实他开喊这个一梅花，以他们的教牌约定代表的其实跟梅花无关，是代表东家持有一手蛮好的牌，至少有16点以上。然后呢，南家一红心之后，东家2方块，显示的是东家有方块牌组，这点没问题，很自然。但是比较有技巧的是第3个25王，它这个25王，我们来看6D 4C，它指的就是说，它这个25王代表的是方块有6张，梅花有4张，它呈现一个2张的差距，让同伴去做选择。所以他们在制度在这边约定的是蛮细致的，这点是很多默契不是很好的搭档，他们没有触及的地方，他们没有触及的领域。当然，好奇跟狗不只是桥牌上的搭档，他们也是生命中的伴侣，所以我相信默契程度上一定会比普通的桥友对的更深层，而且他们常常讨论所以他们有很多高度的共识。桥牌的战力有的时候呢，很多是展现在搭档间的战力，当然，所以这其实也很常见一种现象，就是说你摆2个很强的好手当搭档，对，他其实成绩不见得赢得过2个中等的搭档，但是那2个默契很好，你反而不见得赢他。是你个人的水准很高，问题是你搭档之间不协调，你们常常在这个招牌沟通或者信号运用的过程中有冲突，有缺乏共识。那人家虽然也许实力低你一等，是，但是他合作无间，他反而是有可能赢过你的。好，东家呢，他现在我们来看东家是这个狗，它主打3方块，那在双梦加攻防中看起来是介于沉约与倒逸之间。那另一桌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另一桌的结果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第8排，对，4红星，另一桌是由北家，是由南北家叫到4红星，也就是另一桌的教牌拉锯是由南北方最后抢到了，对。但是呢，这个4红星没有做成，最后是倒1，所以另一桌就是东西方他们成功的这个击垮了4红星合约，得到50分。那如果这一把牌狗它能够顺利的把3方块合约做成，是它可以得到110分，那就可以弥补他们队友4红星失败的损失。但换算下来也会是一个 INP 的小分，不止一个啦，这是小分啦，对，是小分。但是如果他3方块被击垮，那他就等于是2边被击垮合约，就是双输，对，双输。不过也是一个小输啦，你看他果然被击垮，但是因为2边双输都是只输50分，是，所以和100分不过折合3个 INP， 是也算是小输赢啦。但现在这样的话，中心法就慢慢的。一点再把分数再追一点，一点一点蚕食。我们有一个比喻，这个一边是蚕食，一边是进退，对，2种不同的进账方式但有分数进账就是好事。会不会有人特别不喜欢打 push， 就觉得哇动了这么脑力，结果最后不输不赢？尽量这个当然没什么喜不喜欢，对，但是这种团体赛的话呢，的确有的牌天生就一直都 push， 对啊，就是打了一堆都 push。所以呢，我刚好也跟观众还有主持人介绍一下，桥牌还有另一种赛制，叫做 MP 赛，我们叫双人赛。双人赛并不是说他桥牌是2个人打，是他以2个人为竞赛单位。我们团体赛就是要一次上场4个人为单位。团体赛的那双人赛的话，就是他以2人为单位。双人赛就不一样咯，双人赛锱铢必较。我们刚刚是不是说10分没有 INP 的差距 ？MP 赛的话就没有 ，MP 赛就是10分，我可能就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所以说，在很多正式比赛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摆一些赛前来个热身赛，或者是正式杯赛结束之后来个娱乐性质的这种比赛赛 game， 他往往就打 MP 赛。MP 赛呢，那个就真的是他比团体赛更费劲，因为他没有什么是没输赢的，就是锱铢必较了啦。对对对。你觉得你合约很正常，结果也不错，你少吃个1顿，哇，你这牌好低分。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对，第9副牌的合约是2方块
好，南北方呢，我们看一下，南北方有5张梅花，但是他最后叫到的是7张的方块，所以以王牌的选择来讲呢，他目前就做了一个比较不好的选择。是。那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过程啊，就像我曾经说过的，不好的王牌选择不代表他表现有问题，那所以要看一下他的表现才知道他算不算失误。其实这牌不是太算失误，他其实这牌是北家开喊一无王，南家2梅花，这个2梅花是询问角，那北家叫2方块，代表他可能是没有高花，那南家就顺势把它放掉。南家有4张方块，就是想着打打看。确实以南北家来说，梅花的点力是比方块更张数啦，对，张数比较多一张，好的。但是他们的教牌工具里面是难以找到梅花。那事实上，这个在多数的教牌制度里都是有困难的。我们的这边也跟主持人和观众介绍一下，我们的教牌制度在发展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点差别待遇的。我说对于各个花色，这个梅花跟方块是谁喊的？很多制度其实呢都不容易找到他们的配合，大家都比较重视这个老大老二高阶花色，对，高阶花色，甚至你看嘛，我们昨天是不是跟您说，很多时候你选到了梅花方块配合，你为了成局你还改选无王，所以这就导致很多制作设计上，它就是比较会，如果有取舍的时候，它就会比较把教牌设计的资源投注在高花的寻找上。这也是一个长期桥牌发展下来之后大家的经验总结嘛，就是认为高花色的投报率比较好，所以它是因为分数设计的制度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嘛，4红心4黑桃就是成局，方块梅花要5线，对，那所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爱戴。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它分数设计机制产生的一种结果，也可以是一定程度的必然性。所以如果南家，我们这么说好了，南家这个5张，如果不是梅花，是黑桃或红心，这把牌就会打2红心2黑桃，但是梅花方块就方块梅花就真的很难啊。所以就选择打一个 partial 的部分合约，把它平稳的走掉，这样子。就是也许平稳啊，但过程不见得很理想，不一定平稳。而且另一桌有非常高几率不会是打2方块这个合约。这边是打1无王，对1无王。我们可以这么说啦，另一边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对比较正常的，就是南家就是正常就不叫了。对，北家喊出了1无王之后，7玩剩下都没有意义了，就直接选择结束了。但是另一桌就是南家另一桌的南家他就是拿这个牌去叫了一个2梅花，有点想法，对，有点想法，对。今天的比赛从上午的10点钟进行，到现在下午4点也6个小时了，中间有用餐，但对于选手们的脑力也是下午消耗了蛮多的。像这个桥牌这种脑力消耗的心智运动是他的这个选手的状态跟精神状态，他就说不像那种吃心肺能力的那么明显。比如说其他这种吃心肺肌耐力，他累了你就看得出来，他可能在流汗，他在喘气，等等，他的行动变迟缓。可是心智运动的有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可能他们家人啦，就是回去之后会觉得，因为他可能就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跟他讲话可能要反应回的比较慢一点。对，当然他如果打完了就罢了，可以休息。是。我说的是在场上，就是说。也许看起来他还是差不多，对，他还是清醒的，但也许呢，他的思路已经变慢了，或者是他容易想不清楚了，只是你外人看不出来。所以说，这个选手他的这个生理状况以及疲惫度的这个状况，作为教练，也许队员要观察，队友要适时的去观察，去做调整。老师，那以前在比赛的时候，你礼拜6日如果像打完这样2天的杯赛，隔天礼拜1上班，会不会觉得特别的不想头脑不想动头脑？是不会啦，是不会，但是容易比较累，容易比较累哈。星期一症候群对大家都是一样的。对，尤其是你周末本来可以去休闲的嘛，是。你现在跑来比赛，成绩好就罢了，对，成绩好的欢乐可以 cover 这个不愉快，但万一辛苦了2天成绩不好，对啊，那心情又郁闷，隔天就要上班。
好，我们目前看到北家这个 ENT 呢是跑得非常理想，看起来都可以完成。另一桌的结果出来了，2方块也完成了。是。那两边如果最后都是顺利完成合约，感觉是这一桌有可能可以超额完成了，就多赚超1或超2对，啦，那就可以多赚一点积分，可以多赚一点。对，如果这个义务王刚好完成的话，两桌成绩是 push， 是 push 嘛？超打1灯的话呢，可以赢30分，就1个 IMP。如果超打2灯，可以赢2个 IMP。就不无小补哈，刚刚说蚕食鲸豚就有机会的话就慢慢加一点嘛。对，一点一点追。不过这个讲到蚕食鲸豚，我就想到这个上一场我没有转播，我们 QQ 老师在转播的，据说很精彩。前面4副牌对就出现4把大输赢，是都是10分以上的对输赢，其中一队就得到了就48-0，是可是另一队很有韧性，对，在后面后半段又把局面给搬回来。我们上一轮第6轮的转播场次是 BTU 老中青对上这个东吴黑哦，然后也发现两队彼此互有拉锯的，对，这很有韧性，对，但蛮好看的。这就是昨天我说的，有个我们常常比喻把它叫篮球比赛了，是。大家都拼命的在投篮，都拼命进球，对，是一个大分差的比赛。这停住了哈，好，没关系。它这个大概就是超1或者是超2整月之间。我们来看另一桌新牌的进行。好，东家很正常的啊，12点开喊1方块，它6张方块很正常。来，南家的 double， 主持人听那么多了哈，来考你一下，有没有学会一点？这个 double 什么意思？南家的 double 因为东家喊1方块，南家的 double 是非题好了，他是觉得1方块不会成吗？我觉得他该怎么想呢？再给你一个提示，我们说这个赌背叫做破半赌背，破半，对，有没有印象了？就是他要强迫成局，强迫同伴交分，强迫同伴交分。就是说我们说它的原理是指说，你很少有牌呢，你光看自己的牌，你就知道敌方连一线合约都做不成。那这个时候，虽然赌背原始这个符号的意义是说我要惩罚敌方的合约，加重得分，但是在制度设计上就把它转换为请同伴叫牌。是，但是这种工具好用归好用，可是一定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想到，那我要怎么判断这个赌背到底是你真的觉得它不会成，还是你是要破半赌背呢？位阶比较低、比较单纯的过程，常常是不会有误会。可是有些时候，很多人会在位阶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就出现误会。这一旦误会，损失很重的。是。那在 C 家这边的喊法有什么学问在里面？他这个 redouble 呢，如果没有特别约定，一般就是说他的牌不错。目前有一个比较 general 一般的约定，就是他有10点以上。他就是先告诉同伴一个信号，我牌是不错的哦。对。那因为我们在桥牌制度设计上，开轿的人通常是超过10点，然后呢，打轿的人如果有10点，那就是等于他已经先告诉同伴，我方的力量是在1/2以上，这一局我们是绝对具有增强的实力。好，那我们看他刚刚叫牌过程，南家破半赌背，西家 redouble， 北家就把他的黑桃叫出来，然后 pass 之后，西家叫2梅花，东家那北家再2黑桃。东家呢，再增强一个3方块，最后买到合约。那东西方照到了6-2配合的8张方块，王牌上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那在双梦家分析下，目前看3方块可以顺利完成。是，那我们来实际看一下好了哈。方块呢，这把牌很有趣了。它就是实际打出来的结果不容易产生双梦家的结果，为什么？它照这个我们看了4家牌会发现，方块可以由东家打一张小牌，南家跟小牌之后，西家就出10号，把它透过去，然后方块 A 吃，回过来之后再打方块把它全部洗掉。可是，一般人在桌上庄家看不到南家的牌，是不可能这样打，所以庄家呢很容易要输1个方块，然后红心要输南家1个 K， 红心要输给南家1个 K， 梅花要输1个，但是完成可能还是没有问题。
但因为方块要喊到5才成局嘛，对，所以3这是部分合约，对，部分合约就是稳定赚1个小分。对，那我们来看看另一桌。哦，这边也是一个 partial， 第一桌是西，但是西加3梅花，这两个就差异很大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因为它的梅花也是8张，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方块跟这个梅花的状态虽然都是8张，可是当王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为梅花当王牌的时候呢，这把牌的组合其实梅花常常是要丢2吨，因为它梅花缺2张大牌。不过啦，它很幸运的是，南家的梅花是 K 跟10 2张，庄家只要从孟家打一个小梅花引出来，南家出10，西家出借可，北家 Q，等一下 A 就把 K 打掉，是就不输了，都算是都可以克到的。对，然后反而呢，他因此呢，他的方块不用输吨。刚刚打方块的时候是方块要输1吨，但是打梅花的时候方块是不用输吨的。可是另一桌打方块，梅花仍然要输1吨，所以这两个王牌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都是东西方，但当庄家，另一桌的结果出来了，3方块成约。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哦，这一桌的这个 BTU 好奇呢，它是由这个好奇在主打3梅花，对，他必须要把3梅花打成，就能够拉回平局。好，可是你看到目前看起来不很乐观，目前是会倒的哈，合约会当掉，但也不一定，我们等他们要看防守，对防守方的出牌逻辑。像金董这边4张红心，而且他的 K 守在这个狗的 A 下面，是对他有位置的优势，就是你出 A 我出小，你出小我出 K。这个停住了，在思考。我们看看，好，可以继续了。出了，好，他跟所以就出小了。好，选择打方块，手上把红心4吨给抛掉，但是北家有王牌，用王牌挡住它。南北方取得了3等，那接下来呢，北家至少还可以吃一个黑桃 Q， 因为庄孟家都有。北家的梅花 Q 对着南家的梅花 K10，至少可以赢得1等，所以南北家击垮3梅花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好，所以这个3梅花应该是不太会有什么意外，应该是失败了。所以说这一排呢，3梅花失败会输100分，跟另一桌110双输210分，会产生5个 IMP 的差距。又吃了一口，是哇，中心法又吃了一口在第10副的时候又有蛮理想的结果，对中位数的进账。对，他拿到5个 IMP 之后会变成19比16，是，那就很差距就拉近了。对，好，我们先来看另一桌正在进行，另一桌节奏比较快，叫到4黑桃。好，前面几张来不及看到了哈，那我们看现在的盘面，南北方呢把黑桃顺利打完了，房家没有黑桃了。南北方红心 J10 小对着 KQ， 防御方可以吃一个 A， 然后呢，第4张红心可以垫掉手上的梅花输吨，所以最后吃到11吨。好，刚刚我们看一下好了哈，这个4黑桃，我们看这个下方，这个南北方的4黑桃是一个一样，就是没有只要叫到没有什么失误空间。那他们的点数呢，北家是12点，南家是11点。两家加起来是12跟23点，23点不到成局，我们说成局的统计标准，但是配合的很好。那以南北方他们的水准，叫到这个4黑桃是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来看另一桌，这还在前面的，好，早一终于到了，对，到了哈，所以又产生5个 IMP 的差距。好，那我们先简单追踪一下这里。就看南北方能不能叫到4黑桃。
南北方只要叫到4黑桃，这牌就形成一个平局。好，dealer 是在南家，所以由陈荣勇先生先，金荣勇，对，金荣勇，抱歉，金荣勇先生先开脚。他的牌型当然以黑桃为主，他一般是开叫1黑桃，1黑桃，就是他的牌呢，因为力量不是太少，所以普遍是不会选择弱抢先。就是如果举个例，他如果把这张梅花 K 拿掉，点数少一些，它就是一个标准可以叫2黑桃弱抢先的牌。但是他已经到达了正常开叫的力量，所以他一般是开叫1黑桃，1黑桃。那什么情况下可能可以用义武王来做开场？义武王的话，它必须所谓的平均牌、均型牌。什么是平均牌？平均牌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我没有任何一门是1张。我每门都至少有2-3张，对，大概这样。最平均就是4张333，这是最平均的牌。那义武王通常就是15到17点，所以它的力量蛮多的，15点已经占了一手40点很多的，所以义武王是早期制度发展到现在的一种主流使用方法，所以我们常常把它称为强武王，意思就是武王开出来力量又比较强，牌型又平均，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义武王出来常常就震慑全场。因为他牌又强，每门都有一些张数，你其他人就不敢贸然出来。他这不知道为什么停很久，对，不浪费时间看另一桌好了。主持人刚刚问到，他马上来，你看看他这个义武王是不是像我讲的？你看到他几点 ？A K Q J 10点，加上 K J J 那15点，哇，所以他就是强武王，是标准的，对，标准的强武王。然后呢，南家呢有6张黑桃，所以就用黑桃出来争抢。那西家呢3红星，他因为知道东家有15到17点，西家有你看 A K Q J 10个点，所以西家已经知道了同伴至少15点，那我方至少25点，所以西家知道一定要叫到成局。那西家叫3红星，东家有3张支持，就帮他加到4红星，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合约。那我们来看看他会不会成。这把呢，北家很正常，一定会攻他的黑桃，就是他把自己的黑桃打成缺门，尤其这是同伴叫的，然后丢黑桃到 A， 然后呢，南家可能就会回一个黑桃给北家王吃，这样就吃到2凳，对，然后北家还有一个梅花 A， 这样是3凳，那南家还有一个方块 K 躲在 A 后面是4凳，所以这一把牌呢，应该是正常防御，南北方是可以击垮4红星。是。果然先把这个独张给丢掉，做一点预判好了，比较有趣。南家正常的和防御好的防御就是出 A， 这时候呢，南家要出一张黑桃给北家王吃。好，这个时候他出哪一张牌就有影响了。他出的哪一张黑桃，其实他同时要提供同伴一个资讯，就是同伴你王吃了之后，你一定想再找乔颖过来，对，让我再打。那南家因为是方块 K， 所以他很容易出黑桃9，告诉你说我剩下的大牌是在比较大的花色上。南家如果出黑桃4，就是暗示同伴我的大牌在梅花上，所以你看他出9，北家就很正常会回出方块了。是，好，目前都按照这个杨老师说的方式在走啊。对啊，这个庄家这个合约其实是无能为力啦。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当庄家，你自己都看得出来，这个房家信号打得太清楚了。那我一筹莫展。以这一把牌的话呢，庄家如果想成约，他必须冒险赌一赌方块 K 在北边，那他就要摆小牌。但是南家这张黑桃9，其实庄家也看得懂，他已经强烈的知道方块 K 极可能在南家手上，加上南家刚刚是有叫牌的人，他有一些大牌是很合理的，所以这种时候庄家往往形成天人交战，就是说你明知这是一条死路，对，他只有微小的机会，但是你明知道多半是死路，你要不要再走？是，因为这有差的哦。
东家如果赶快上了方块 A， 把王牌打光，他就不会再被王吃一次黑桃。但是他如果打方块，现在被 K 吃，再打黑桃，他要再多掉一吨，所以这个庄家就是好了，很务实啦，就算了啦，不要心存侥幸，赶快把王清掉，省得连这张黑桃 K 都没有了。下一张大概东家会打方块，这个时候西家为什么在想呢？他是在想啊，他要不要把方块 Q 丢掉？因为如果他现在跟出方块9，等一下方块 Q 吃了，孟家的 Jack 大了，问题他没有桥引下去，红心太小了。是，那打梅花的话呢，不一定下得去。我们是看到北家有梅花 A。他打梅花对着 A 打 K 就下去了，可是庄家看不到，他打梅花他就要猜，你看果然他把方块 Q 丢掉。接下来就是他打方块过来到Jack，希望33，没有33之后呢，他就方块王吃回去，最后打梅花。那北家只要头脑清楚一点，北家就会算得清楚，北家梅花就跟小牌，然后接着我就预测他又开始想，但通常不会太错，因为北家开了强屋，是北家开强屋王吗？这把的招牌不是，那他就要想，但是这把北家也在想，他在想什么？他常常就在想说，我 A 上不上会不会吃不到？那结果我们看不到，最可能就是他拿了 A 出来，好了，结束了。但如果北家前面有把牌型想清楚，他北家就梅花就跟小牌，东家的 K 借个还要猜一下，猜错牌借个就要丢2吨了。好，那我们来看另一桌大概正在进行这一副。我们来看看狗跟好奇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对，目前双方的 INP 分差也追到了，只剩3分而已了。当然，我们这一圈也开始要慢慢进入尾声了哈，已经倒数第2副牌了。好，果然狗跟好奇就是他们的制度工具比较特别，很容易制造胜负。是，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来对照一下啊，我们看这个另一桌，对照右下角。另一桌是2个 pass 东家开 ENT， 这把西家就开 ENT 了。您记不记得刚刚你问我 ENT， 我说15到17点均衡对均衡牌，但是这把西家只有10个点，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无王开窍风格。他们的无王不叫强无王，他们的无王是比所谓的弱无王还要更小的这种，我常常把它叫迷你无王。迷你无王，对，迷你无王。你看他10点就可以开，但是这一开，整个结果就不一样了。他一开之后呢，你看王牌跟庄位都不一样了。好，现在西家当庄的3无王，我们来看一下啊。东西方呢，目前的快银盾只有5个红心，因为 AKQJ 打掉第5个会大，加上方块 A 还有6个快银盾。北家手工梅花，现在庄家正在拆牌，但是北家如果要持续攻击梅花，建立梅花的小牌银盾，东家的梅花一定可以吃1盾，所以说我们可以先预测东家会有1盾梅花、5盾红心、1盾方块 A， 这样有7盾，还差2盾，还差2盾的话呢，这把牌旁边没有什么好的指望，所以3无王应该是不会完成的啦，我估计啦，我们现在点双梦家，应该显示是倒1或倒2吧。倒1就是一般的最佳攻防，大家知道倒1是对，也不会成。这把的确也是防御方比较没有犯错的空间。南家显然就是继续攻梅花，然后北家呢，他在技术上他不能马上 A 吃，他必须要先跟一次小梅花，因为如果现在打梅花，北家 A 吃，再打梅花，把孟家的 K 扫掉，北家大了2张梅花，可是他没有桥引，他没有大牌可以过去。所以北家必须保留这张梅花 A 做原地的桥引，他必须先让一个梅花给敌方吃，这个打法叫在这个桥牌的防御技巧上，它也是叫让送。
好，北家可能就跟个2，所以你看在指示上，北家如果出 A 的话，就会成约的。对，所以你一定要让一凳，你不让一凳的话，就要被成约了。不会啦，以我们这个陈理事长，他的技术是不会打错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庄家如果有5个红心，可是吃完红心之后，黑桃 A 在南家手上，偷方块的话呢，打方块南家也有 K， 南家又还有一张梅花可以去打出来，让北家吃梅花，所以这个3、5王基本上也是不会成的啦。好，但是因为另一桌4红心也是倒掉，所以这把只是看3、5王倒多还是倒少。好，它本身不会产生很大的输赢。如果倒2凳就是100分，产生50分的差而已。好，我们先来追踪另一桌吧。进入到第13副喽。他们主打一个4黑桃，到目前为止连吃了5凳，清掉王牌，敌方吃1凳，庄家还有3凳黑桃，已经结束了。clean 了，clean 的这边比较快，主桌的速度好。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这一把有没有可能有胜负。13牌这把，我们看右下角，庄家呢，他们打黑桃合约的时候输一个黑桃 K， 方块梅花红心都没有输墩，以点数上是13对13。其实13牌这一把就是一种典型，就是东西方其实可以做成一个黑桃小满贯，但是他们力量不太够，对，他们是靠好的牌型配合，那所以这种有好配合力量不太够的满贯不是那么容易叫到。这个其实这有个说法叫 tough slam， 比较困难的满贯。是对，那这种 tough slam 呢，常常也是就是双边都叫不到了。但是你要是有办法叫到并做成一个 tough slam，那就是很容易产生一个大赢分。对，好，那我们先继续看这个我们就看这个14牌。对，这已经进行了最后14牌。对，东家开喊个1梅花，他12点，西家有 AK 7点加4 11点加3个1点14点，所以这把牌是属于东西方的合约，东西方的成局合约。好，那南家这个3方块就是我们刚刚多次看到的，它就弱抢先，它张数多点力少，所以一次交到3方块。这个西家就比较辛苦一点了，他现在方块只有1张，不过西家有个很正常的3红心可以叫，这把很可能就是西家3红心，东家就加4红心，但是西加3红心之后呢，北家在同伴的这个抢先长方块中，北家有红心短门加上一个好的方块配合，北家有可能有些想法。我们待会看北家的叫法哈，西家应该红心是没有问题的，那对他们完成红心没有问题。对。思考很久，因为已经是最后一轮最后一副牌了，3红心啊。好，现在来看北家有没有行动啊？北家直分五方块，是它这个有一个说法啊，这叫提前牺牲。什么叫提前牺牲？就是我们说牺牲就是敌方叫到成局我才要牺牲嘛。对。但是现在敌方没有叫到成局，我就直接上去了，是，所以这个叫提前牺牲。这也算是一种很强力的表态嘛。还有，它是一种抢占地方空间。我趁你还没交到成局前，我趁你摸不着头绪的时候，我先往上。那你看，果然因为东家有一种困扰啊，他有红心配合。如果我举个例好了，北家如果叫4方块，东家叫4红心，他把红心配合表达出来，敌方再叫5方块，我已经告诉过同伴配合了，那我就给你决定。可是现在北家提前叫到了5方块，东家的红心配合还没出来，这时候他有点尴尬。他如果现在处罚，万一同伴要的就是我的红心配合怎么办？那我如果直接抢，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谈过5线的合约是很危险的？是，对，所以他现在被迫直接抢出5线了。而他一旦抢出5线，现在西家又有想法了，他觉得你既然敢这样抢5线，我牌这么好，西家在考虑我要不要补6线。哇，那怎么最后第14副牌就还蛮精彩的？对，蛮精彩的。你看他补6红心补到6线了。对。
好了，补到6线之后呢，现在很正常是北家就是吃一个方块 A， 然后再吃方块吃不到，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黑桃，北家的黑桃可以躲在西家的黑桃 A 后面，所以呢，他只要打了方块 A， 再打了一个方块出来以后，他可以稳稳的等吃这个黑桃 K， 这把6红心就死当了。所以呢，你看啊，这个我们郭腾凯这个照牌很厉害，他们南北家这把就是积极的风格，他一个弱抢先，一个提前牺牲，那敌方就在这种压力之下，去不小心的他就失准了，他的力量，他的自己叫牌就被对方推高了。所以这个抢先牺牲还蛮关键的。对，他给敌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压力之下你就容易犯错。我们常常有人做一个分析啊，就是说桥牌其实是至少在一般 level 啦，我们不要谈到说最高阶那种，在一般 level 甚至一些中阶以上的比赛，其实常常是在比谁的错误比较少一点，不犯错哈。那所以你有时候看到很多高手、一流高手，甚至我们在观摩那些世界冠军打牌，你其实常常觉得他也不是常常有什么石破天惊的举动，是对不对？很多人就误以为说他一定每副都有超精彩的，没有。但是问题是，你看不到他犯错，他不会在不该失分的地方失分，然后呢，你犯错的时候他逮得到你，于是你就看他就这样似乎常常平平无奇的。他就能赢你很多分，所以我们说，我也发明一个slogan 了，这个就是好手的实力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对，真的是朴实无华哦，隐他藏在基本功里面。他默默的把每件事做对，你对他无懈可击。是，但是一些实力比较不稳的选手就不一样了，他3不5时也会有好表现哦。对，但是他就是有的时候会。他想做些骚操作哈，对，或者是说他在某些地方就表现的不那么稳，沉不住气，或者是跟同伴之间那个没有默契等等的。好，这个6红心基本上不会成的啦。北家就是现在南北方防御方吃了一顿，北家等吃黑桃 K， 投过去，好就当掉，甚至还要再多当一个，他梅花不小心还可能还要再掉。好，我们来看看另一桌，好，另一桌的14牌还在进行。你看胜负来了，刚刚是不是说到这一发牌 Top Slam？好，另一桌好奇跟狗叫到了这个 Top Slam， 哦，所以这对夫妻档是厉害的，对他们真的是无怪他们有去年拿到这个北美双人赛冠军的一个实力，从其来有自，是从教品就能看出有点东西。好，但是我们来研究一下他的叫牌哈。他应该是成约没有问题啦，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叫的哈。我们对照右下角牌，第13牌，对，第13副，我们来看他的叫牌。他东家开喊 ENT， 西家呢2梅花询问，东家叫2黑桃，告诉有黑桃牌组，西家叫4梅花，这个之前评论出现过，这个叫 Sprinter， 代表的是他黑桃有高度的配合，梅花单张或缺门。东家4方块 Q 比，告诉他我有方块上的第一控制。我有方块的控制，可能是 A 或 K 或者是缺门单张。那因为西家自己抓了方块 KQ， 东家开 ENT 又是军形牌，所以西家就知道东家有方块 A。好，接着呢，西家4NT 发动了询问关键章，东家告诉他我有2个关键章带王牌 Q， 你看嘛，方块 A 梅花2个关键章带王牌 Q， 然后这个时候西家叫到6黑桃。好，那当然。主打上的时候，西家还是有点压力的。他其实红心、梅花、方块都没有输蹲，他目前就是王牌缺了 K Jack。但是我们看着这个牌呢，它就是属于什么？它就是属于庄家打起来有压力，但实际上观众看得很无趣，因为这牌怎么打都不会当，他怎么打都不会当，他没有失误的空间。也就是说，没有失误空间有2种可能，一个是说它太简单。另一种是说，他各种可能的选择都能走到终点。他这个南家很倒霉，我相信南家现在我们金董事长心情很郁闷，他拿着 K 借个2张，你再多给他1张还好一点。对，你这样给他2张 ，King 借个2张黑桃，转眼就要毙命。他能吃1顿黑桃，但就这1顿。
好了，等一下再来看了。我们其实就甚至不需要大胆预测，就是会每个另一桌的6红已经星出来打完了，倒2，我们的对主桌已经打完了，应该是最后又丢了一堆梅花。好，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在中心法它这个蚕食几口把分数拉近到这个18比19，它拉近到临界的时候，这个时候 BTU 好奇又重新张开它的血盆大口，真的马上要在这一把在这个豪取12分，应该是13分啦，因为他们得到一个11分，可能12分啦，12分，他赢到一个满贯的奖分。现在另一边呢，因为4黑桃加2是680，他这个6黑桃成约可以得到1430，750，13分，他可以赢到13分。所以这把打完以后 ，BTU 好奇的分数应该会增加到32。哇，所以这一副牌好奇跟狗的这一个小满贯真的是叫得漂亮，艺高人胆大。对对，他这是 tough slam， 是困难的满贯，是因为他们以点数的话呢，只有26点，26点在我们桥牌一般统计上是成局的力量，但是距离满贯的话，你要有很好的配合，对，而且那种配合有时候你发现不了，是，所以他们能够叫到这个26点满贯，其实是不简单的，真的是哇，果然是台湾桥牌界的神雕侠侣哦。不然他们刚刚互相给讯号的那个里面的讯息量啦，双方的这种默契程度是很高的，对，看的真的是蛮过瘾的。不过主持人我跟你补充一个额外的讯息，你刚刚说桥牌界神雕侠侣我跟你说声抱歉，这个 title 啊已经抢先被别的媒体用到了，因为不是讲他们，是讲他们在杭州亚运的一个队友，他们队友一对夫妻。就是他们都是杭州亚运的金牌，是那对夫妻呢，其他媒体已经抢先在那边把神雕侠侣的封号给了他们，也代表这样是我们桥牌界的好事啊，代表很多夫妻档哈，在这样的感情跟桥牌的基础默契上都非常的优异。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出来了哈，就是现在32比18拉大了差距。那最后这个6红星，因为另一桌。我们看另一桌这个 BTU 好奇队，他们成功的把对方推到了不会完成的6红星。对，那这一桌呢，如果狗跟好奇他能够在顺利的稳住一个成局的分数，他们就可以在进账至少大概可以在进账至少11分。哦，有双位数的可能哦。对，如果他能守住这个成局，就是他不要被人家推高，或者是别人来这个。骚扰我的时候，我就处罚他，我不要再往上。他可以得到最多就得到一个2位数的得分，那他就完成了他的任务，因为他就得到了很高的分数。那但是他能不能，他提升名次是必然的，但是问题是他能不能提升到第3名、第2名？对，要看其他组别。应该说他提升到第3名是很容易的，对，因为他大赢了。那么要看另外目前2、3名之争，是那对他们来讲最理想的结果应该是目前的第2名要输，但不能输太多。对，那就要看其他桌的东吴黑的表现怎么样，因为我们刚才第6圈打完，第2跟第3是东吴黑跟辅仁真嘛，那他们在其他桌的状况，对，这个其实在数字上其实一时间还不是很容易算出来，因为目前BTU 好奇他落后辅仁真是58分，所以也就是说，他其实呢这一场辅仁真的得分不可以比他多那个2分以上，但是辅仁真必须赢，因为辅仁真如果没有赢的话，东吴黑就会赢。是，对，因为东吴黑目前是领先好奇队到差不多9分的。好，最后这个合约是以4红星成立，庄家在东，那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再顺利取得一个2位数的得分。哇！因为这一把呢，另一边是他们队友得100分，他们4红星应该是刚好成约到超1之间，所以他可以得两边双的520到550之间，这样大约是11个 IMP， 所以最后应该很像。大概后面这2副真的43好奇跟狗真的是精彩表现。最后这2排其实应该说他们4员年轻小将都有好表现，是。
其实14应该我们客观的讲了，14排其实功劳不记在他们上面，他们是做正常的事。对，14排的功劳应该是要记在另一边，郭腾凯跟李永平。OK， 来我们看这一把，为什么他们能够顺利停在4红星？因为他们的敌方一声不吭。那你看为什么他们敌方一声不吭呢？因为你看这个东家，他狗开的又是 ENT， 就是我们刚刚说很容易震慑全场的。他这个 ENT 开出来之后，南北方一路闭嘴。那一路闭嘴，东西方在无压力的情况下，狗跟好奇就顺利的停在4红星，他没有遇到挑战。但是另一桌不一样，我们再回顾一下，刚刚另一桌，现在说不定跳过去还是另一桌的。哦，没有，现在跳不去另一桌，对，因为已经结历史束了。你看，我们看这右下方，另一桌南北方呢，他以南家的弱牌抢先笑3方块，跟北家的抢先牺牲，就成功的推高了敌方，所以这排。好，最后的这个 claim 出现了，我们恭喜 BTU 好奇哦，这个杨老师所预估的又加了一个双位数的 INP， 对，这样在我这边的总分现在统计是领先25分，领先25分，43-18哦，所以是 BTU 好奇算是后面靠着这2副13跟14副的拉抬，最后是以蛮高的分数击败了中心法。对，他就吃3餐啦。吃3餐，他3餐吃饱了。是，不过最后这个我们第2届超级大专杯最后的所有的结果呢，我们要等待这个其他牌桌全部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大会统计之后呢，待会在我们转播结束后也会有一个颁奖典礼，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好，那今天看了这么多精彩的表现，请杨老师帮我们总结一下这2天，特别是刚才我们转播第7轮哦。后面13跟14那2副牌的叫牌也好，打牌的过程，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您怎么总结这2天我们大专杯的表现？其实这2天哦，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个年轻的巧手，他们在叫牌上面展现了非常高的冲劲跟勇气。那最后这2牌其实就非常的明显。对，我们最后呢，这个 BTU 好奇的这个4员选手哦。狗跟好奇，他在13排的满贯里面，他们展现了很好的制度运用以及很好的默契。那么在第14排里面，这个郭腾凯跟李永平他们呢就是透过积极的抢先叫，那取得了分数。那这里呢出现一件事，来我们看一下啊，其实现在画面跳掉了没什么，但是这一场我记得前面有一排，主持人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个。南北方哦，郭腾凯他们就是也是透过一个抢先叫，结果最后呢，他们好像叫超过，我记得是南家最后叫了一个5红星，叫一个5红星，800分，我们说就是输了。对，当时我有提到，你积极多了，你总是有赢有输，但是你风格呢，你要一致。如果你一致呢，你就不会永远都很倒霉。事实上，果然在这副同一场里面就出现了。你看他维持着他一致的风格，他在最后呢就又赢回了这个大牌。而且你要是比较这2排进去看，他前面那个大牌因为他的积极输了5分，但是这排他赢了11分，来回他是赢的。对，所以说其实这一些很有冲劲啊，很具勇气的一些叫牌，其实他也带着判断力嘛，他不是有勇无谋的。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些中生代的这些选手他们呢都有很好的表现。我相信这些前辈们看到这个后继有人，应该也是。很开心，对，好，那么在这2天的超级大专杯结束之后，其实我们这些精彩的好手们，后续也有一些国际赛的表现。那老师对于今年下半年，我们现在过到8月嘛，后面还有几个月份，对于整个台湾的小牌界有什么样的愿景跟期待呢？好，首先就是呢，在我们这个月的下旬，对，丹麦即将举行百慕达世界杯。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的一个世界杯赛事。对，那台湾呢有2个代表队要前往参加，一个是我们的公开组代表队，其实成员就差不多是现在这个 BTU 好奇这一队。好，那么呢，这次他们的比赛成绩当然不是说很顺利啊，但是你看他在最后关头展现了很高的韧性。那我们期望呢，他们在丹麦能够有好的表现。对，那不过他们这个到丹麦的这场比赛呢，队员平均年龄是稍微比较年轻一点点的那么呢，希望他们可以这个尽力啦。对，那么我们都为他加油。台湾另一个代表队去参加丹麦世界杯的是这个长青组代表队。长青组代表队呢，年纪是普遍比较大一点点的那经过这个
长途跋涉，其实对体力啊等等都是很大的消耗。我们希望他们顺利。那在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今年台湾的侨坛主要呢还有一场大赛，这个我记得 QQ 老师好像之前介绍过，我们台湾一年度有4个大赛，这个大赛有分好几个组，其中侨士组呢，它就是国手代表队选拔赛的全分赛。那在这个大赛在结束之后，就是年底的中华杯。是。那据我所知，好像转播计划中也是会转播这个年底中华杯的决赛。好了，希望有机会可以在这个中华杯决赛转播的时候再跟观众见到，我也很希望我们这个主持人，我到时候可以再看到你。是，我也希望。好，所以像我们杨老师讲的，其实在下半年呢，还是有非常多我们台湾这个桥牌，不管是国内跟国际的重要赛事，也需要更多的桥牌爱好者持续关注、收看呢，并且给我们这些牌手支持啦。好，今天再次感谢我们这个雅加达亚运的金牌代表，我们杨信龙先生，非常精彩跟精辟的讲评，还有我们稍早的 QQ 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讲评。那谢谢大家，那待会呢也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转播，后面还有颁奖典礼。我是董金桥，仅代表太阳卫星转播团队幕前幕后所有工作人员，感谢您这2天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整个转播团队。那个大浪过去就好了，大浪过去就好了，当安全画面。他5点15分。先走再说，应该可以吧？应该有20。你要什么？就是在那个下。拔掉，到哪？你要直接推过去吗？
嘟嘟。
主要是放太久。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年的大专杯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宣布成绩。先宣布的是副杯赛，副杯赛第3名是辅仁赛，第2名是淡江小商，第1名是交大集团。宣布的是在协组，在协组的第3名是交大 A， 第2名是交大0.0，第1名是信号正大。好，宣布最重要的主杯校友组，第3名是BGU 好奇队，第2名是东吴 A， 冠军是我们理事长 BGU。先颁发副杯，先颁发学生组。在校先第3名交大 A， 上台交大 A， 第2名的前准备，第2名交大0.0前准备，第2名准备。
善，主人善上台。第二名淡江小刚，对。好，恭喜主人善。好，再给他鼓励一下。接下来三花第二名，淡江小刚上台。冠军交大集团。好，大家给他们鼓励鼓励。好，恭喜淡江小刚，再给他鼓励一下。接下来三花冠军交大集团。大家给他掌声鼓励。好，再次恭喜他们。好，接下来三花主飞跳楼，先 BGU 好奇来，第二名是主飞，准备。因为中黑对黑，但是这个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问你转播3场，3场100亿。好，再次鼓励一下，谢谢。好，八八第二名对我来讲，他说真的，反正我跟他已经冠军应该有了。就是我说应该给。好，恭喜恭喜。对，拜拜。来，大家感谢一下。好，恭喜他们，恭喜他们。
好，谢谢大家，谢谢工作人员辛苦，谢谢大家，明天再见。到回来哦。